我明明觉醒了，却被同事嘲笑是个空有其名的废物，只因我召唤出的雷电只有毛毛虫好，并且发出的电力还不如南孚电池强，这也导致我成为异能者中的普通存在。见此，未婚妻当众选择与我分手，就连平日里关系要好的铁哥们也和我恩断义绝。然而我却一点不愤怒，反而心中冷笑。身为知道雷电拥有道教的以为正统，有龙虎山的金光对分，有无影无踪的雷霆之术，有摄人魂魄的起身。雷电在自己原来的世界中可是顶尖法术的存在，是一个毫无伤害的垃圾。此刻我正坐在教室里思考这个问题，突然讲台上一道冷冽的声音将我打断。最后再强调一遍，5科高考有死亡的风险，觉醒异能低于地级的人，我建议不要选择5科高考，现在改志愿还来得及。班主任陈凡说完，视线停留在了我身上。我当然明白班主任每年死于高考阶觉醒者，而自己也是第一个以1级异能参加补考的学生。可我依然倔强地迎向了班主任嘲弄的目光。也就是在同一时间，我的脑海中传来一道系统提示音：深蓝系统激活中。见我依然坚持5科高考，班主任陈凡直接对我阴阳怪气起来。你真不准备更改志愿，选择文考？以你觉醒的能力，就是去当炮灰，还是选择没有危险的文考，当个普通人吧？我没有理会陈凡的冷嘲热讽，要想在这个世界存活下去，通过5科高考不断变强才是唯一的出路。更何况自己刚刚可是激活了系统，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系统有什么功能，但是想必不会太差。放学后我就马不停蹄地朝家赶去。由于父母早年都葬身于凶兽之口，因此回了家的我也是孤身一人，很方便自己进行对于系统的探索。随着我将脑海中的深蓝系统启动，自己身体的四周开始出现无数蓝色的雷霆电弧，导致我整个人就像是一个闪电球一样，伴随着刺耳的电弧尖叫，无穷无尽的雷霆电弧在客厅中心蔓延。瞬间，一切被接触到的东西全部炸裂开。如此巨大的爆炸自然引起了业主们的注意，不少人已经拨通了消防电话，更有甚者害怕地逃出了小区。然而这一切我没有丝毫察觉，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异能蜕变当中。也似乎是因为自己异能发生变化的缘故，外界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乌云密布，瞬间就像进入了黑夜一般，发出一阵阵的沉闷雷声，一道道死讯宛若胶般在云层穿梭。如此诡异的气象变化，让整个江城的市民都陷入了恐慌之中，都在担心是不是有能操控雷电的凶兽要入侵城市。驻扎在江城进入了少有的战斗状态。而此刻，我的异能蜕变也进行到了最后一步，一道紫色雷霆从天而降，仿若蛟龙一般灌入我的体内。紧接着，围绕在我身体周围的雷霆也如潮水般尽数被我吸收。随着我一声怒吼，蜕变彻底完成，不断从体内冒出的紫色雷霆让我的双眼微微发亮。自己如今的雷霆之力可不是之前那么简单，因为自己觉醒的竟然是上古世纪，更是拥有灭天之神之威的紫霄神。当我收起刚刚蜕变的喜悦之情，才发现自己闹的动静似乎太大了一些，整个客厅就像是被导弹轰击过一般，居然一时之间找不到一个完整之物。幸好自己在最后时刻努力控制了一下，不然雷霆能够随意将整栋楼炸穿。就在此时，急促的敲门声忽然响起，等我有所反应，轰隆一声，整扇门被直接踹飞出去。紧接着，一群消防员出现在视线中。当看见意料之中的火灾并没有发生，甚至还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后，他们都瞬间呆愣在原地。面对上门而来的消防员，我只是简单解释道：“我拥有雷电异能。”刚才是异能觉醒时出现的动静，没有造成伤亡，并没有告知他们真情。在了解没有什么伤亡后，他们也是没有再说什么，便匆匆离去。当他们离开后，我拿上靠在墙边的长枪，也是紧随其后离开了家门。明日就是自己参加高考的时间，在此之前必须了解觉醒紫霄神雷后，自己的实力究竟提升了多少。而我现在所要去的地方就是雷霆武馆。据说创建雷霆武馆的馆主也是一名雷电系异能者，也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能否创建一所属于自己的武馆。很快我就来到了雷霆武馆的大厅，然而我却在人群中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笑着对着眼前高考的女生打起招呼：“琪姐，您怎么也来雷霆武馆了？”她是自己的表姐唐琪，由于我自小父母双亡，同在江城的姑姑平日里就会经常来看自己，一来二去也就和这位表姐熟悉起来。不过自从唐琪觉醒出 B 级异能，而自己仅仅只觉醒了1级异能后，我们两人之间的联系也就少了很多。唐琪也没想到在雷霆武馆能遇到我，明显愣了一下，微微点头道：“陪朋友过来。”简单的寒暄2句之后，我就识趣的主动离开了。毕竟在他的脑海中，或许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刚离开，唐琪身边的高挑女生便好奇的询问：“他是谁呀？”当得知我是唐琪表弟后，更是两眼放光。难道我终于可以脱单了吗？然而下一秒，唐琪的话让他瞬间失去了兴趣。小雅，我这位表弟觉醒的只是1级异能，和我们一样要参加今年的5科高考。小雅听完这些，直接恢复了平日里的高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圈子，而同一个圈子内的人大多数实力相当。就算小雅是一个颜控，也对我丝毫提不起任何兴趣。同行的一名青年打趣道：“1级异能还敢参加5科高考，至少勇气可嘉嘛。”
虽然他等于去送死。唐琪则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随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另一边，我还不知道自己走后引来了这么多议论。此时的自己已经身处在训练室内，首先就是测试自己不使用异能，单纯看看自己肉体的能力。只见我手一滑，猛地朝面前的圆形靶心刺去，伴随着刺耳的撞击声，由金属打造的靶心直接凹陷出一个夸张的弧度，旁边的智能屏幕上也弹出一个数字。我眼前一亮，就光肉体力量而言，自己比以前提升了好几倍。要知道，大多数一阶下位觉醒者依靠异能造成的攻击有300卡左右，但这还不是自己的全力一击。我将长枪随意丢向了一只地，紧接着伸出一只手指，瞬间一道萦绕着闪现雷霆的闪电射向靶心。下一秒，靶心直接凹陷下来，手指不能挥血。只见屏幕上更是跳出了一个夸张的数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愧是 S 级的异能，自己现在的攻击强度完全可以媲美一阶上位的异能者，也怪不得这个世界的人都尊崇高等级异能，不同品质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不过3000卡还不是自己的极限，我深吸一口气，将紫霄神雷蔓延到长枪之上。闪电疾风，嚯！训练室内电光一闪，长枪仿佛化为紫黑色蛟龙般朝墙壁上冲刺而去。轰隆隆，在强大的冲击力之下，整个训练室都因此开始晃动。当雷光散去，墙壁上由记忆金属打造的靶心直接融化成了液体，再也无法复原。而一旁的智能屏幕则是滴滴的响个不停，根本显示不出任何数据。自己目前的战力也得到了升华，看来明天的高考有的玩了。自言自语后，我便将长枪收起，淡定地走出了训练室。也就是在我刚才测试闪电疾风破的时候，唐琪一行人恰巧走在这间训练室门口，巨大的能量波动让他们感到惊讶不已。穿着连衣裙的小雅秀眉微皱，疑惑道：“我记得这里是专门提供给高中生用的训练室，难道是我们江城那几个天才在里面训练？我们去看看是哪个天才在里面训练。”突如其来的动静顿时让唐琪几人来了兴趣，转身朝训练室的方向走去。然而下一秒却在转角处碰到了背着长枪迎面走来的我。唐琪也没想到会再次相遇，微微一愣后很快反应过来，准备回家了。训练结束了，想早点回去，再准备准备。我没有过多的言语，直接径直离去。唐琪也就没有多说什么。虽然我是他的表弟，但是只有1级异能，还要自不量力去参加高考，那只能说明没有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唐琪几人并没有因为我的出现而停下脚步，继续寻找着刚才那波能量的来源。由于这附近的训练室并不算多，唐琪几人很快就找到我使用过的那间训练室。当看到训练室内如蛛网般破碎的墙壁时，他们都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就连一向性子冷清的唐琪也是小嘴微微张大。连记忆金属都被轰碎，这得多大强度的攻击啊！之前挖苦过我的青年也是表情夸张，从残余的能量中居然还能感受到无比狂暴的力量，能发出这道攻击的，就算不是2阶异能者，也肯定是1阶巅峰的强者。小雅在一旁满脸的不可置信，这种强度不可能是高中生能达到的，就算是1阶巅峰的境界，我们江城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此时唐琪心中隐隐有一丝猜测，刚才恰巧碰到自己的表弟，难道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一直在扮猪吃虎，但是很快这一可笑的想法就被他否定。一个觉醒了1级异能的废物，怎么可能造成这媲美2阶异能者的破坏力？次日，我早早的起床，穿戴好一身装备，向5科高考的军区进发。与此同时，在江城有名的别墅小区内，唐琪也是刚整装好武器准备出门。突然，他被一名长相相似的贵妇叫住：“小七，你表弟和你是一个考场吧？要是遇到他，你一定要帮帮他，毕竟你表弟仅仅只是1级异能，在5科高考里太危险了。”唐琪不耐烦的满口答应，因为即使他自己觉醒的是特殊系 B 级异能幽影猫，也不敢保证能够在考试中万无一失，更别说自己那个觉醒1级异能的废物表弟。而且5科高考的地图很大，进入考场后遇到的概率可以说是几乎为0。另一边，我很快就抵达了学校集结的地方，这里早已人满为患。找到江城第2高中的队伍，我便直接走了上去。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当最后一名参加5科高考的学生报到完毕，所有的大巴车都整齐划一，开往作为考场的军区。当抵达考场后，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而在主席台的后方，则是一片用铁丝网围成的区域。区域内是残破的小镇废墟，废墟之间隐约能看到凶兽的黑影闪，同时还能听到属于凶兽的嘶吼咆哮，这也引来考生们激烈的讨论。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头独角蜥，居然连独角蜥都有，今年的考题也太没人性了。诸如此类的抱怨不绝于耳，但是突然一道激昂的声音从学生人群中响起：独角蜥又怎样？要是连这种程度的凶兽都对付不了，就算侥幸考进了异能大学，也成不了大器。说话者是一名手持长剑的少年，此刻他的脸上透露出锋芒毕露的锐气，一双眸子更像是老鹰一般，给人带来强大的压迫感。不少学生听到此话都是带着怒气扭头过来，想要争辩一番，但是见到他时都顿时哑火，讪讪不敢出声。如此一幕让一旁看热闹的我感到十分神奇，对着身旁一名拿着长刀的高大男生问道：“这人是谁啊？口气居然那么大！”拿着长刀的男生努了努嘴，不忿地回答：“还能是谁？第1高中的清风剑周明仪。”我顿时有些恍惚。首先，江城第1高中是整个考城最有底蕴，一个比一个生猛。每年5科前10的考生几乎全都来自第1高中，而这周明阳更是今年第1高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不但拥有高数类地级风气异能轻疾风，而且使得一手好剑清风剑的称号。不错，
练剑就是要有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第一高中的校长看见这一幕，不由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其他高中的校长则是一脸羡慕。若是自己学校有这样一位学生，何愁每年都被第一高中稳压一头？很快，40多辆大巴上的所有学生都进入到空地中，开始按照学校班级的顺序整齐排列，并且每个班级前都有各自的班主任陪同。这时，一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仅仅是目光一扫，原本在小声议论的学生们顿时闭上了嘴。如果说周明阳的眼神是让人感觉到压迫感，那这位军官的目光就像是凶兽一般，让人只是接触的一刹那就会感到心悸。我是本次江城5科高考总指挥王海洋，再次重申一下注意事项。王海洋的声音在空地上回荡，虽然他没有使用话筒，但是声音却清晰地传入到每个学生耳中。本次考试上午9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而考试地点就是身后的废墟小镇。废墟小镇外围和中部都是一些不入阶或者异阶的凶兽，核心区域全都是1阶以上凶兽。至于最核心地带，则是盘踞着2阶凶兽。队伍中的我嘴角露出笑意。考试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击杀的凶兽等级越高，分数越高，击杀的数量越多，分数也就越多。若是放在之前，自己最多也只敢在外围区域击杀凶兽。可现在我不仅有信心进入核心地带，甚至连最核心的地带都可以闯荡。王海洋在介绍完所有考试规则后，大手直接一挥，一辆大型卡车从不远处开了。当卡车后门打开，里面是一个个黑色的战术背包，里面共3件东西，一个智能手表，用于统计分数，同时里面还有一幅废墟小镇的地图，方便确认考生方位。另一个就是压缩能量棒，使用后可以快速帮助考生补充体力。最后一个物品则是安全球，激活后能够在周身形成普通凶兽无法攻破的高压电网。当然，一旦使用也就意味着考试提前结束。现在是8点40分，学生们都领到自己的战术背包后，开始活络起来。有小队缺肉盾吗？我有强化系地级异能，能扛能输出。这次高考太难了，想不组队都不行。C 级精神系异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停滞凶兽思维。有小队要吗？5科高考最不起学生之当然，组队击杀凶兽所获得的分数也是所有成员一起平分，因此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单人进入考点。可刚才发现有独角戏后，所有人都发现这次高考的难度会很不一般，于是原本不打算组队的考生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寻找队员起来。你要来我们小队吗？我们小队还差一个辅助输出，你的雷电异能正好可以弥补。一个容貌姣好的女生来到了我的面前，这让我感到有些诧异，没想到居然还有人邀请我加入小队。普通学生面对这样一位美少女的邀请，恐怕都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但是我此刻却是眉头一皱。眼前的少女名叫林清渊，她是5班的班长，同时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善良女子，平日里会帮助很多有困难的学生。现在来找自己组队，想必也是想帮衬我一把。但是这可是5科高考，谁都不想自己队伍里多一个累赘。果然，林清渊的队员们脸色瞬间变成了猪肝色。我果断地拒绝了他的好意，一是为了不想让他为难，其次我这次的目标可是江城的5科状元。说实话，我也怕他们拖我的后腿。时间很快就来到了9点整，随着王海洋在主席台上一声宣布，1400多名考生如同蝗虫一般冲进废墟小镇中。在这样氛围的影响下，我取出自己的长枪，跟着人群大笑着冲了进去。废墟小镇就如同一张深渊大口般，将所有学生全部吞噬，而外面空地上也很快变得空荡起来。启动废墟摄像头以及跟拍无人机，准备开始高考直播。随着王海洋一声令下，无数无人机飞入废墟小镇中，同时上万个摄像头也同时起动。这些拍摄下的战况不仅会给教育局和各校领导观看，就连每所学校的高1、高2学生也会进行观摩。废墟小镇虽然是江城下辖的一个小村镇，但是占地面积极大，1400多名考生进入其中，就如同滴入大海中的一滴水珠一般，泛不起一丝波澜。然而如此多的考生疯狂进入废墟之中，还是引起了很多凶兽的注意。他们于是各个小队以及一些独行侠也开始行动，朝着废墟小镇深处进发。第一高中的周明阳在进入考场后，更是直接使用异能，操控着疾风向着核心地带奔袭而去。对他自己而言，外围的凶兽从来不是自己的目标。我也选准一个方向，提着长枪快速奔走，同时启动了智能手表，准备查阅小镇的地图。谁知刚启动手表，就浮现出一个分数排名表，映入眼帘的就是第1名周明阳7分。不愧是第一高中的种子选手，这么快就击杀凶兽了。我赶紧查阅地图，直接向核心地区出发。还没一会，自己就被一头豹子大小的凶兽拦住了去路。他赤红色的眼睛死死盯住我，并且还熟读凶兽图鉴的我，第一时间就认出这是幽影猫。虽然它只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凶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很容易对付。每年都有很多考生栽在了它的利爪之下。不等我做出反应，幽影猫首先按捺不住对于猎物的，直接发出一声嗜血的低吼，朝着我的方向奔袭。就在距离我还有3米的时候，他扬起利爪瞄准我的脑袋就用力挥下，似乎已经预料到猎杀成功的结果。幽影猫狰狞的脸上竟浮现出一抹人性化的兴奋。然而下一秒，一道黑色长枪闪过，犹如潜龙般将幽影猫钉死在空中。击杀不入阶凶兽幽影猫，技能点+3。
我右手猛地一抽，借助惯性将长枪从猫妖的身体拔出。这头幽影猫估计没见过长枪这样的武器，居然敢这样跳上来，完全就是找死的行为。不同于其他笨重的凶兽，幽影猫身法极其敏捷，奔袭的速度更是能达到恐怖的17米每秒。遇到其他凶兽觉醒者，打不过还能跑，可要是遇到幽影猫，就连跑都跑不掉，只能被追击致死。因此，幽影猫也被冠以新人杀手的称号。正常情况下，我不可能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但是幽影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居然选择和我正面硬刚，看来是真不知道长枪乃是百兵之王，一寸长一寸强可不是盖的。另外，刚才系统居然提示自己获得了异能点，这意味着异能点可能就是系统用来提高我能力的计量单位。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击杀更多凶兽，就会不断变强。这意外的发现让我加快了前往中间地带的欲望，我直接提上长枪，继续朝深处进发。与掌握元素系异能的周明阳相比，奔袭速度算不上快，但是在奔袭的过程中，自己也同样在不断击杀凶兽。在和凶兽战斗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动用异能，而是直接使用自己肉身的力量。一方面是想磨练多增加一些战斗经验，毕竟对付这些不入阶的凶兽，动用取消神雷只会是秒杀的结果，根本无法起到磨练的效果。另一方面，异能等级越高，使用起来的消耗便越大。我使用原来的1级异能弱电，能够持续整整3个小时，但换成 S 级异能紫消都无法维持。要知道5科高考可是要持续12个小时，如果在前面这段时间将异能消耗殆尽，那么在后面自己将会毫无底牌。而且在每次战斗结束之后，我都能感觉到自己战斗意识以及枪法的提升，似乎正在向人枪合一的境界前进，而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感觉。难道我的枪法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突破？我单脚踩着一头凶兽的尸体自言自语，而我脚下的凶兽如同汽车大小，头上更是长着锋利的尖角，即使现在已经死亡，却依旧散发着一种强大的凶悍之气。这正是考生们最不愿意面对的独角戏。现在距离5科高考开始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这一路上尽管我没有刻意寻找，但遭遇的凶兽也有40多头，自己的异能点已经积累到了213点。而我的系统面板上赫然出现了2个新的选项：枪法高级待升级，闪电疾风破初级待升级。思索片刻，我还是没有抵挡住快速增加实力的诱惑，直接点下了枪法后面的加号。顿时，无数枪法有关的技巧如潮水般涌入脑海。这些记忆并不是走马观花，看完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忘记，而是就像我本人真正练习了数十年枪法所得一样。在枪法灌注完成后，我猛地出枪刺向前方，下一刻，在短短1秒，黑色长枪在空中接连刺出4下，宛若黑色蛟龙和空气的剧烈摩擦，导致我以无根丝单凭这枪法就足以让自己击杀一阶的凶兽。预料到升级枪法后自己的实力会增强，却没想到直接迎来了质的飞跃。不过将枪法提升至高级后，我的异能点只剩下可怜的13点。那么想要自己的枪法更进一步，就需要击杀更多的凶兽。目前我已经处于外围区域的边缘，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就能进入中部地区，在那里相信自己收割异能点的速度将会加快。可当我收起长枪准备转身离开时，在对面的道路尽头却出现了另外几名考生的身影。这是一个5人小队，为首的正是进考场前邀请过自己的林清渊。你怎么也在这里？对面的林清渊发现我之后，迈着修长的步伐，3步并作2步走了过来。真巧啊，班长。在这之前的路上，我也遇到过其他考生，却都不认识，这还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同班同学，于是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一抹笑容。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你是一个人到这里的？林清渊看了看四周，并没有发现其他人，于是好奇地朝我问道。至于他后面跟着的4名队员，看着孤身一人的我也有些惊讶。一般来说，3个小时过去，D 级觉醒者都已经淘汰了不少，而面前这个1级的垃圾早应该被淘汰掉，可现在却好端端地站在众人面前。面对林清渊的疑惑，我也是少见的多说了几句话。我运气比较好，一路上遇到的凶兽都不算太强。班长时间紧迫，等考完试我们再聊。说罢，我便直接转身离去。林清渊也知道这是争分夺秒的5科高考，期间也没有过多阻拦，只是望着我的背影有些出神。真没想到他能走到这里。队长，快来看这头独角蜥，似乎刚死去没多久。突然一声惊呼，将林清渊的注意力拉回到现实。只见另外几人正围在独角蜥的尸体前，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伤口的鲜血还没干涸，说明死亡时间应该在最近几分钟。看伤口形状，还似乎是长枪的贯穿伤。这头独角蜥不会是那个1级异能的废物杀的吧？其中一名男生神色怪异，要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有5个人才敢和独角蜥对战。要说一个1级异能的垃圾单杀了独角蜥，根本没人会相信。是不是他杀的？看看分数排名不就知道了。另外一名男生打开了自己的智能手表，可出乎意料的很快就找到了我，居然是256分，第46名。看到这个排名后，其余队员全都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同时心中升起一个疑惑：这年头1级异能觉醒者都这么猛，就连作为队长的林清渊也不由得瞪大了双眼。没想到自己想要拉一把的弱小者，居然一直隐藏着这么可怕的实力。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考场外面的观众席上，教育局和各校领导以及老师也在对排名上的学生进行点评。排名第1的周明阳，分数412，想必已经在中部区域展开了一番杀戮。他的清灵疾风赶路确实不错，看来这次前10名几乎又得是你们第1高中了。与其他人的羡慕表情不同，身为话题
题中心的刘校长则是一脸高傲，因为目前榜单前10当中，除了唯一一个是第3高中的学生外，其余都是第1高中的学生。周明阳是我们江城的王牌，这次5科高考应该能冲进江南省前100。观众席前排的一名身材矮胖的中年男人也是微微点头，他是江城教育局的局长张文山。说起来，我们江城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进入江南省前100的考生了。坐在张文山一旁的刘校长也是有些感慨，毕竟江城位于江南省最偏远的北部，资源极度的匮乏，在江南省的24个地级市中属于倒数，连带着省会拨下来的教育经费也都很少。也正是因此，每年的5科高考，江城都没能取得太好的成绩。只见张文山此刻满意的对考试情况做出了总结：你们第1高中的教育，我一向都比较满意。这一次第3高中也很不错，但是你们第2高中是怎么回事？成绩最好的才只是第18名。第3高中的校长听到张局长的夸赞后，脸上立马洋溢出灿烂的笑容。我们这一届确实出现了几名天赋比较不错的学生。相比较之下，第2高中的赵校长就有些尴尬。要知道往年都是第2高中压第3高中一头，今年的情况似乎是反过来了。他仔细的在分数排名里寻摸了半天，发现仅仅只有8名第2高中的学生在前50里。更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其中7名学生都是一般火箭班的学生。不过还有一个学生是谁？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赵校长对于自己学校的优秀学生都烂记于心，可最后一个学生确实从来没听说过。思索片刻后，也就没有太多在意。但是坐在后排的第2高中高3、5班的班主任陈凡确实有些懵了。对于我，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明明就是一个觉醒了1级异能的垃圾啊，怎么可能冲击前50名？最离谱的是，自己的5班排名最高的居然也是他。陈凡百思不得其解，难道1级异能还能忽然变成 S 级异能不成？可惜上方的主屏幕只显示分数前10的选手，至于下面的小屏幕可是有上千个，想要在其中找到我的画面，根本不可能。看不到画面，又不知道我依靠什么拿到这么高的分数。陈凡的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心里痒痒的，却无可奈何。此刻，废墟小镇中，我终于来到了中部区域。和外围区域相比，这里的凶兽明显更多更强大。我提着长枪走在早已满是残骸的街道上，这里也是当年在小镇中凶兽迫害最严重之地。想必5科高考是要怎么开始？恐怕也是为了让觉醒者见证凶兽的强大破坏力，国家对于国民的保护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就在我思考之际，一头老虎模样的凶兽从废墟中窜了出来，而它与老虎最大的区别就是身上竟然有很多外露的骨骼。异界凶兽壁刀虎，我眼睛微眯，和暗影猫相同，它也是很常见的凶兽，但是它的气息明显要强悍许多。面对壁刀虎的步步紧逼，我不退反进，拖着长枪就朝它冲锋而去。长枪拖行在破败的水泥路上，摩擦出刺耳的摩擦声，火花四溅，正好拿你来试试我的枪法。作为异界凶兽，这头壁刀虎已经初步具备一些智慧。眼见面前这么一名气息弱小的人类，竟然敢率先向自己发起进攻，就残暴的他发出然而我却毫不畏惧，眼眸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右手一用力，拖行在地上的长枪就像大风车般抡了出去。只听噗嗤一声，这头一阶下位的壁刀虎根本来不及反应，腹部便被我捅出一个碗口大的窟窿。若是普通凶兽遭受这样的重击，必然是已经失去了行动力，但是壁刀虎仅仅只是痛苦再次疯狂地扑了上来，在没有动用异能的情况下，我也不指望这一击就能将其直接秒杀，于是便提着长枪与壁刀虎站在了一起。就这样，仅仅不到1分钟的时间，这头足以击杀考场上99%考生的异阶凶兽被我轻易捅成了筛子。伴随着壁刀虎的死亡，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击杀异阶凶兽壁刀虎，异能点加10。我眼前一亮，果然，越靠近核心地带的凶兽，异能点越多，那自己更要抓紧时间击杀凶兽。于是没有片刻停留，我收起长枪背于身后，便朝着凶兽嘶吼声最为密集的方位奔袭而去。按照凶兽的实力，废墟小镇共分为4个区域：外围、中部、核心以及最核心地带。大多数考生的实力仅仅只能够在外围区域活动，只有少部分考生能进入中部区域，而凶险的核心区域，就连江城的那几个第1高中火箭班的考生都需要犹豫再三。至于存在2阶凶兽的最核心区域，整个江城几乎没有任何一人能够前往，那是省会城市的天骄才敢涉足的地方。不过拥有 S 级紫霄神雷的我，自然也有这个资格。不过碍于异能续航时间有限，我决定打算先停留在中部区域，等到最后2个小时再进入核心区域，为最后成绩的冲刺做好准备。于是我开始了在中部区域的疯狂收割，并且不使用一点异能，完全是凭借强悍的身体素质以及精湛的枪法与凶兽厮杀。就这样，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停歇，不是在和凶兽战斗，就是在找凶兽的路径。随着击杀的凶兽越来越多，系统面板上的异能点也在猛增，我的5科高考分数也在狂涨。然而自己不知道的是，如此一幕在外界引起了巨大的5科高考过程中，各校校长和班主任都会全程在场，毕竟教育局局长都在，他们也不可能中途离场。另外，高考成绩作为下半年各校教育资金的发放标准，所有人都对学生的成绩很关注。当然，考试时间太长，军区也会给各位校长老师们提供食物。此刻各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则是刚吃完午饭，开始向观众席方向走去。一中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前10名几乎都是他们的。一中每年拿到的教育资金最多，生源也是整个江城最好的，这个成绩也不奇怪。我们2中今年其实也还行，
有8个人冲到前50名，往年能有5、6个就不错了。可惜今年3中更猛，直接冲到前10去了，搞得我们处境很尴尬。江城第2高中的老师队伍一边走一边互相讨论着，一中教育底蕴雄厚，霸占前面的排名，他们一点也不意外。但是3中的情况让他们无法接受。与其他老师的愁眉苦脸不同，陈凡在人群中暗暗偷笑，没想到自己看不上的一级废物，居然排在了46名，看来自己今年优秀班主任的奖金有希望了。就在陈凡准备再看一看我的排名，好让自己的奖金拿得更踏实些时，下一秒他的双眼瞪得老大。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之间升到了25名？一下居然上升了这么多！参加高考的共有1400多名考生，排名出现变化很正常，但是在前50名的区间突然上升20多名，十分罕见，这也引来了2中其他老师的注意。前50名居然还有普通班的一个学生，他真的是普通班的吗？也太猛了吧！而已经坐在观众席上的2中赵校长双眼微眯，心中在暗暗盘算。作为精神系 C 级异能者，他早已将排名榜上的信息牢记于心，而我的分数排名变化自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他细致的推算，赵校长脸上逐渐出现兴奋的神态，一下提升了20多名，起码在短时间内击杀了3头一阶凶兽。这种实力，就算比不上周明阳他们这种第1梯队，但也绝对算是前10的水准。兴奋之后，他又有些茫然。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猛的学生了？与考场外的相对平静不同，废墟小镇内此时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前50名的学生发现自己的排名一直在往后掉，而有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学生，居然一路从40多名冲到了10几名，甚至还没有停下，分数上涨的趋势开始向着前10名逼近。这一离谱的现象，也让第1梯队的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高考排名最后的角逐开始提前上演，所有前50名的学生都迅速向最核心地带前进，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猛的学生了？校长赵耀有些茫然。根据大夏国规定，全国各中学的校长以及各市的教育局局长、副局长都必须是1阶以上的异能者。校长赵耀虽然没能看到徐景明的战斗画面，但仅依靠瞬间的排名变化，就能推测出徐景明的大概实力。另外2位校长以及教育局局长自然也看得出来。教育局局长张文山微微点头：赵校长，看来你们学校还是有不错的学生嘛。这个徐景明先前应该是没发力，现在一发力，排名立马提了起来，差不多也有前10的实力。第1高中的校长刘航也问道：对了，你这个学生觉醒的是什么异能？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张文山也有些疑惑，有这种实力的考生不应该会默默无名才对。实不相瞒，徐景明这个学生是今天高考才突然爆发的，对于他的相关信息，我也要问问他们班主任才知道。面对局长张文山的询问，赵耀直接将班主任陈凡给叫了过来。于是，在2中一众老师羡慕的目光中，陈凡坐到校长旁边。对于陈凡这个普通班主任来说，身为异能者的教育局局长以及校长们是绝对的大佬。于是面对几人的目光，他理所当然的表情有些拘束，笑着回答：局长，据我所知，徐景明仅觉醒的是1级异能弱电。1级异能？校长赵耀眉头一皱：陈老师，你没记错吧？校长，我没记错。高考前我还特意提醒过他，不要去参加5科高考来着。陈凡苦笑着说道。实际上，作为班主任的他也有些怀疑，当年的觉醒异能登记是不是搞错了？仅只是1级异能就能走到这一步，看来这个徐景明在其他方面应该有过人之处。局长张文山若有所思：可惜没进入前10名，我们还看不到他的战斗画面。 5科高考的直播系统是按照省里定制的程序运行，就算是他也无法干涉。而要想从下面数千个固定摄像头画面中找到徐景明的身影，无异于大海捞针。等着吧，以他的实力，应该能很快就冲进前10了。虽然徐景明情况有些特殊，但作为教育局局长，这点耐心还是有的。那也就只能等着了。2中校长赵耀也是点了点头，同时叫住了想要回座位的陈凡。另外，陈老师，你就坐这儿吧。 陈凡闻言面色一喜，可不是所有老师都有机会和局长、校长们如此亲近。时间缓缓流逝，5科高考的排名在时刻变化，在这一众排名中，却有一个名字在不断上升着。排名第25名徐景明，第21名徐景明，第16名徐景明，第9名徐景明。时间仅过去了不到1个小时，徐景明的排名便冲进了前10。徐景明做到了，他真的进入前10了。班主任陈凡面色激动。 仅只是平行班班主任的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班居然有学生能进江城前10，进前10了。2中校长赵耀也是松了口气，要不然一直被3中压一头，他这个校长面子上也不好看。这下总算是能看出徐景明是凭借什么进入的前10了。教育局局长张文山则是期待地望向半空，等了一会儿，属于第9名的虚拟投影画面一闪，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略显高大的青年身影。青年穿着一袭黑色战衣，面容坚毅，眼睛坚定有神，手中握着一杆约2米1长的黑色长枪，长枪枪头尖锐而又锋利，沾染在上面的鲜红色血迹，更是为其平添了一抹狰狞。在青年脚下还躺着几头已经失去气息的凶兽，不远处还有一头凶兽畏缩着不肯上前。黑衣、长枪、凶兽，整个画面各种元素构成在一起，一种凌厉而又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下一刻，青年动了，枪出如龙，仅仅只是一瞬间，剩下的这头凶兽甚至来不及反应，便被长枪给一枪灌死。这一枪好快，好快的一枪，简直如同一道闪电，出手速度堪比风系异能觉醒者。可他不是雷系异能觉醒者吗？看到画面上那宛如闪电般将暗影猫凶兽直接秒杀的一袭黑色身影，观众席上的众多老师都被震惊到。快，这是他们对徐景明的第一印象。5班班主任陈凡更是眼睛一瞪，因为学校会安排实战课程，所以他也基本上知道班上大多数学生的战斗力。可在实战课上，徐景明的水平也仅仅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种水准。好家伙，居然能瞒我瞒这么久！有这种枪法早点拿出来不好吗？非要等着在高考上一鸣惊人。不过有这种枪法，就算只有1级异能，也确实可以在高考中拿到个不错成绩。陈凡微微点头，这样看来，当时劝他不要参加5科高考倒是多余了。强大的体魄，极强悍的枪法吗？二中校长赵耀长出一口气，随后摇了摇头，可惜了。是啊，太可惜了。教育局局长张文山也是有些失望。强悍的体魄和兵器使用技巧，在觉醒者时期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优势，可到后面等级越来越高，体魄和技巧带来的优势也会逐渐变小。毕竟异能者最主要还是靠异能来战斗，但凡他有个 C 级异能，搭配上这种体魄和枪法，江城第1名绝对就是他的。可惜他却仅仅只是1级异能。张文山忍不住再次惋惜起来。相比于校长和教育局长的惋惜，5班班主任陈凡倒是看得挺开。江城前10，只要能一直保持到高考结束，必定能上一所不错的异能者大学。当然，就算接下来徐景明不再击杀凶兽，以这样的成绩结束高考，也能上到异能者大学，只是不会那么好罢了。而这样的成绩与他预想中的落榜甚至死亡的结果相比，已经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击杀1阶暗影魔猫1头，异能点加9。废墟小镇内，刚击杀完一头暗影猫的徐景明，听着脑海中响起的提示音，心情十分愉悦。废墟小镇中部区域的凶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多，他这才刚进来1个多小时，就击杀了20多头1阶下位凶兽，另外还有10多头巅峰不入阶凶兽，而他系统面板上积累的异能点也已经达到了312点。不错，果然在中部区域击杀凶兽的效率更高。徐景明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便听到螺旋桨高速旋转的嗡鸣声，一架无人机从远处飞来，盘旋在他头顶上方数十米处。跟踪摄像无人机，看来我成绩已经进入前10了。徐景明打开智能手表，查看自己的排名，第9名，徐景明607分，江城第2高中。果然已经进前10了。徐景明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跟踪无人机的出现，代表着他接下来的战斗过程会全程都被外界知晓，就连后续使用异能，他的 S 级紫霄神雷也同样会因此暴露。毕竟现如今他召唤出来的 S 级紫霄神雷太过不薄，不可能伪装成1级弱电异能。当然，徐景明也没想着隐瞒，5科高考本就是考验考生的实力潜力，5科高考成绩越好，才越能有选择权，傻子才会为了隐藏异能而放弃拿到更多分数。徐景明目光一凝，打开自己的系统信息面板，姓名徐景明。觉醒者异能紫霄神雷 S 级，体魄141，气血加，精神160，赫加，技能枪法高级闪电疾风破，初级异能点312，都已经300多异能点了，等级居然都还无法提升。没能在等级后面找到加号的徐景明眉头一皱，出现这种情况只会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从觉醒者蜕变为异能者所需的异能点太多，300异能点都还不够；第二种可能是从觉醒者成为异能者存在某种条件，在没有满足这种条件之前，就算是系统都没办法直接提升等级。从觉醒者蜕变为异能者，需要先学习异能修炼法，看来是因为我还没有学习异能修炼法，所以还不能升级。徐景明心头暗自猜测，异能修炼法是觉醒者进阶为异能者的基本条件。不过就算是最差的异能修炼法，售价都在100万元以上，以徐景明的身家，自然没办法购买到一本。原以为有系统可以绕过这一基础条件，不过现在看来却是他想错了。不过以我现在的战斗力，和真正的异能者相比也没差，那就等高考完进了异能者大学，学习了异能修炼法，再成为异能者吧。徐景明也没多想，现在最关键的是这300多异能点该怎么用。目前能够提升的只有基础属性和战绩，战绩暂时还用不上，那就直接提升基础属性。思索间，徐景明直接将所有异能点分配到2大基础属性上，体魄分了200点，精神分了112点，体魄141181，气血加，精神160182，赫加。基础属性得到提升的徐景明顿时感觉自己全身涌现出力量，意识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之前因为赶路和接连战斗所积累的疲劳，在这一刻也全都被一扫而光。爽！徐景明大笑一声，随手用黑曜枪舞出一个漂亮的枪花，出枪速度以及力度又是比之前强了许多。这样的体魄，再加上我的高级枪法，
就算是核心区域的一阶中位凶兽，就算不动用异能，我也能将其轻松击杀。这一刻，徐景明对自己的实力自信不已。核心区域的凶兽更强更多，既然自己实力再度得到提升，那中部区域也不用多待，直接去往核心区域。长枪一震，因为惯性，上面沾染的鲜血也被震落得干干净净。随后将长枪背负于身后，看了一眼地图方位的徐景明，朝着核心区域的方向奔袭而去。体魄得到加强的他，在这一刻奔袭速度甚至比那位加持了风系异能的周明阳还快那么一点。而在他身后，摄影无人机如同跟屁虫一般紧紧跟随。废墟小镇中部区域，随着喉咙被锋利的匕首割破，鲜血狂涌而出。这头一阶下位暗影猫轰然倒下，身后唐琪手持匕首的窈窕身影缓缓浮现。只见他身上披着一层紫黑色猫形能量外纱，头上一对猫耳没有刻意去控制，显得十分灵动。强化系 D 级异能幽影，在激活期间能够大幅度提高他的奔袭速度、反应速度以及攻击力。也正是凭借着这个 B 级异能，仅仅只是身为绝层才能击杀一阶凶兽。当然，他本身也是修行了异能修炼法的人。虽然距离蜕变为异能者还有些差距，但身体素质基础摆在那，怎么都不会太差。不过击杀一阶下位凶兽已经是他实力的极限，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只敢在中部区域转，不敢前往一阶中位凶兽盘踞的核心区域。为了节省异能，刚击杀完凶兽，唐琪便退出了幽影猫形态，萦绕在身体周围的猫形能量沙消失不见，一双猫形树瞳也随即退化为原状态。他打开智能手表，看到自己的排名后，秀眉一皱，第12名，唐琪567分，江城第一高中。排名掉了一位，他下意识地往上看，想看看是谁把自己的排名给减下来。然而没想到在第9名的位置上，却看到了熟悉的名字。第2高中的徐景明607分，第9名。唐琪微微一怔，好半晌才回过神来，心头浮现出那一抹背负长枪的挺直身影。果然，昨天造成那一击的是景明表弟。他并非没有怀疑排名上的这个名字和自己表弟只是重名，但都在第2高中，而且还是同样的名字，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事情？再加上昨天在雷霆武馆所产生的那一抹怀疑，更是让他笃定排名上的徐景明就是自己的表弟。不过，仅仅只是1级异能的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唐琪俏脸上不由闪过一抹好奇，看来表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老实。我操，阿明这么猛吗？早知道就该叫他一声爸爸，直接抱他大腿了。废墟小镇外围区域，身形化为2倍大小的刘蝶，看着虚拟投影上徐景明的排名懊悔不已。和5科高考的成绩相比，叫一声爸爸又算得了什么？徐景明进前10了，太猛了！我们2中现在排名最高的就是他了。林清渊小队自从发现徐景明第46位的排名之后，便一直关注着对方。此时看见徐景明进入前10，一个个的都感慨不已。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徐景明进前10，我们也得努力争取进入前300。看着排名榜单，林清渊俏脸上也充满了感慨。虽然不知道徐景明是怎么做到的，但他们和徐景明不同，能进入前300名就已经很满足了。当徐景明排名还没进入前10的时候，名次并不算显眼。可当他进入前10后，考场内的所有人几乎都注意到了他，一些和徐景明认识的更是反应各不相同。不过这一切他都并不知晓。此时他正全力往核心区域奔袭赶去，体魄得到加强后，徐景明奔袭速度比之前快了许多。再加上他在中部区域的位置距离核心区域并不算太远，于是仅仅只是30多分钟，徐景明便踏入了地图上核心区域的范围。废墟小镇的核心区域是原本威远镇最繁华的市中心，和中部区域相比，这里的建筑更高，从建筑表面已经破败不堪的装修上，也能依稀看出当年的精致。更重要的是，核心区域的凶兽等级是1阶下位到1阶中位，再也没有不入阶凶兽。有信心进入核心区域的考生，至少都是江城前5，当然他是例外。在赶路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特意去寻找凶兽，这也导致他这30多分钟才仅仅只击杀了4、5头凶兽，排名不进反退，降到了第10名。只要能找到大群凶兽，我的排名很快就能再提上来。这次我要一口气拿到第1名。徐景明目光一凝，和之前的策略相同，哪儿的凶兽嘶吼声最密集，他就去哪里。破败的城市当中，凶兽嘶吼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凶兽的乐园。徐景明仔细听了下，最终选择了凶兽嘶吼声最响亮，并且还是最密集的东南方疾驰而去。大多数考生在考点内都是小心翼翼前行，生怕动静太大引起凶兽注意，导致被围攻。然而徐景明却如同一头矫健的猎豹般奔袭在城市当中，身后背负着的重达50千克的黑曜枪，对他的行动没有造成一丝一毫的阻碍。徐景明奔袭在破败的道路上，耳边风声呼啸，两边景色迅速掠过，依稀可以看到1、2头凶兽活跃在废墟间。对于这种灵性的凶兽，他连出手的欲望都没有。很快，密集响起的嘶吼声源头越来越近，一辆满身锈迹、残破的公交车横拦在道路尽头。然而徐景明速度丝毫没有减慢，直到快要撞到这公交车时，才腿部用力猛地跃起，5.6米高，砰！徐景明战靴踩在公交车车顶上，目光往下看，下方的场景一览无余。这是一座健身广场，广场上除了有各种残破的健身器材外，还有一头头凶兽栖息，其中凶兽数量很多，导致空气中除了血腥味外，还有一股动物特有的臭味夹杂其中，让徐景明眉头微皱。1头、2头、3头，这里足足有10头凶兽，而且还都是壁刀虎。看来我这是遇到壁刀虎凶兽群了。凶兽分为群居类型和独居类
类型，而壁刀虎就属于群居类型的凶兽。普通考生遇到这种凶兽群都是绕着走，然而徐景明那双黑白分明的冷冽眸子中却是带着灼热的战意，这正是他想要的。想要让壁刀虎达到群居的效果，必须要有一头实力镇压一切的王才行。徐景明看向健身广场中央，在那里有一头被蚕食到一半、鲜血淋淋的独角戏尸体，而在那尸体旁边则趴着一头体型明显比其他壁刀虎更大的壁刀虎王，它四肢粗壮无比，前肢处的壁刀更是硕大锋利。一阶中位的壁刀虎，看来他就是这凶兽群的王了。徐景明嘴角微微上挑，将这些凶兽全部击杀，那他又能获得不少异能点。徐景明身高1.86米，再加上站在公交车车顶，刚一出现便引起了广场上壁刀虎们的注意。除了最中间的壁刀虎王依旧懒洋洋地趴在原地外，另外9头歇息着的壁刀虎都同时起身，双眼冒着凶光向公交车的方向踱步而来。他们的速度并不快，但9头体型庞大，如同轿车的壁刀虎聚集在一起，所带来的压迫感极为可怕。也正是因为如此，凶兽群一向都十分难以对付。可以说，这9头壁刀虎就算是一阶高位凶兽，都不敢轻易招惹。然而面对同时向自己走来的9头壁刀虎，徐景明却是丝毫不惧，从公交车顶一跃而下，砰的一声跳落地面后，伴随着一声低吼，原本缓步前行的9头壁刀虎竟然十分人性化的分散开来，然后分别以不同方向朝徐景明发起冲锋。不愧是有凶兽统领的凶兽群，居然还学会了简单的阵型。反手一握黑曜枪，已然被徐景明持于手中。公交车距离广场仅仅只有不到30米的距离，对于这些一阶下位的壁刀虎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于是眨眼之间，9头壁刀虎就突进到了徐景明面前不到5米的位置。但这些壁刀虎并没有一拥而上，而是5头壁刀虎飞扑的姿态扑来，5头体型庞大的壁刀虎拥挤在一起，将徐景明向前的所有方向堵死，而他的背后则是废弃的公交车，也无法往后退。也就是说，这一刻的徐景明无路可逃。面对这种情况，徐景明眸子依然坚定，同时2.1米的黑曜长枪被他如同大风车一般舞动起来，舞动的黑曜枪化为黑色幻影，仿佛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一般。这一刻，壁刀虎们意识到了不对，然而已经晚了。5头壁刀虎没有丝毫防备，撞到高速旋转的黑曜枪上，扑哧，锋利的黑曜枪枪头如同绞肉机一般，直接将5头壁刀虎的脑袋割得头破血流。随后在强大的撞击力下，一头头倒在落了下去。虽然头部遭受重创，但这5头壁刀虎并没有就此死去，躺在地上明显还有呼吸。单纯的肉体力量还是差了些。徐景明不由得摇了摇头，这一招大风车是单纯依靠他的肉体力量挥舞起来，并不是战技。若这一招是融合身体力量与异能的战技，这5头凶兽在刚才那一刹那便会被直接秒杀。不过也还好，只需要补个刀就行。徐景明再次奔袭起来，剩下的4头壁刀虎试图阻拦徐景明的脚步，但又被徐景明敏捷的步伐绕过。随后黑曜枪如同死神的镰刀一般，把5头重伤壁刀虎的性命接连收走。这个时候，一直趴在最中央的那头一阶中位壁刀虎王终于意识到了不对，起身走到剩下的4头壁刀虎身前，正好将你们给一起解决了。砰的一声，黑曜枪从壁刀虎尸体中拔出，徐景明手握长枪，独身一人面对5头壁刀虎。他那双清澈的眸子中没有丝毫惧意，有的是无尽的冰冷与杀气。不知是因为同伴死伤太多，还是徐景明那不屈的眼神激怒了他。壁刀虎王发出一声怒吼，随即带着剩下4头壁刀虎发起冲锋。徐景明提着长枪迎面冲锋，和5头壁刀虎站在一起。壁刀虎虽然是凶兽，但也拥有一定的智慧，尤其是这群壁刀虎，经历过多次配合，不知道合力杀死过多少头强大凶手。这样的5头壁刀虎若是放在城市当中，足以团灭上百人的精英士兵小队。然而徐景明却化为一道黑色幻影，穿梭在壁刀虎群的间隙中间。壁刀虎对徐景明根本造成不了实际的伤害，而徐景明的每一次出枪却都是直指要害。壁刀虎不是被直接秒杀，就是被刺的重伤。于是仅仅不到2分钟时间，所有壁刀虎就全部倒在了他的长枪之下。一阶中位凶兽也不过如此，连异能都没办法逼我用出来。看着脚边已经失去生命气息的壁刀虎王，徐景明不由得摇了摇头。虽然在系统的帮助下，他体魄得到提升，可到底拥有多强的战斗力，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他敢这样向壁刀虎凶兽群发起进攻，也是因为有紫霄神雷托底。可惜这群凶兽连让他使用异能的实力都没有。徐景明随后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光是这一波就让他收获了足足106异能点，大丰收啊！徐景明面色一喜，照这个进度下去，等5科高考结束，他不知道能积累多少异能点。现在想太多也没有用，还是收割异能点要紧，抓紧去下一处地点。擦了擦长枪上的血迹，徐景明将其重新背负在身后，赶紧前往下一处地点。高考这天，江城所有中学都会组织高1、高2的学生观看5科高考直播，一方面是让这些学生认识到5科高考的血腥与残酷，另一方面也是想让学生们提前熟悉凶兽的习性。此时，江城第2高中操场中有着和军区一样的虚拟投影，周围观众席上，所有的高1、高2学生已经观看好一会儿直播了。往些年，江城前10都是第1高中的考生，因此他们议论最多的也都是其他学校的考生。可今年却不一样，他们学校也有了冲入前10的考生徐景明。当徐景明以第9名的成绩冲进大屏幕的时候，整个第2高中的师生们都沸腾了，尤其是那一枪灌死爱女猫的画面，更是让学生们激动不已。我操，这枪好帅！许学长的名字在之前虽然没听过，但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的偶像。学长又高又壮，简直不要太帅。和身在军区的局长和校长们对徐景明的叹息不同，看到徐景明冲入前10的学生们，为他由衷的感到高兴兴奋，甚至不少人都以他作为标杆榜样。然而，由于徐景明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都一直在赶路，很少出手，
这让学生们顿感失望。尤其是在徐景明排名降低到第10名后，一些学生更是焦急不已，恨不得自己化身为徐景明，然后大杀四方夺回排名。唉，看来我们第2高中还是不行啊！好不容易出了个冲进前10的学长，结果却是后继无力。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许学长确实乏力了。算了，我还是看第1名的清风剑周明阳吧。所谓对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第2高中好不容易出了个冲进前10的考生，他们自然希望对方冲击更好的名次。然而徐景明的表现却是让观众席上零星的响起了一些不好的言论，更是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开始重新观看起其他明星考生的直播画面。快看，许学长找到凶兽了！忽然不知道从哪传出的声音，将大家的视线重新转回到了徐景明的直播画面上。只见画面当中，徐景明站在公交车顶，而下方则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壁刀虎凶兽。完了，学长遇到凶兽群了！壁刀虎凶兽群，完蛋完蛋！学长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就真的完了。壁刀虎已经包围过来，他走不掉了。学长还不激活安全球，这情况很危险了呀！虽说刚才徐景明的表现让学生们有些失望，但毕竟是自己学校的学长，因此当他遭遇凶兽群的时候，所有学生都忍不住担心。而当5头壁刀虎飞扑向没有激活安全球的徐景明时，一些女生更是被吓得捂住双眼。然而，想象中被凶兽吞噬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徐景明挥舞着黑曜枪，以一种无敌的姿态将5头壁刀虎打飞。我操，这么猛！这一刻，观众席上的众人无一不心头一跳，长枪还能这么用呢？这力量就离谱！要是换做普通人，像这样挥舞长枪，不但不能将壁刀虎击伤，反而会直接被那庞大的体型给按死。看来这位许学长应该觉醒的是强化肉体类的异能，不然做不到这种程度。短短一瞬间，众学生对徐景明先前的不满全然消失不见。而接下来，徐景明化身黑色幻影，手持黑曜枪，风驰电掣般穿梭在5头壁刀虎中间，不断突进斩杀。那一杆黑色长枪也由于沾染上了太多凶兽血液而变得鲜红无比。对于这样的一幕，并没有人觉得不适，反而是让人直呼过瘾。好暴力的感觉，不过我喜欢，爽！这感觉比看轻飘飘的清风剑要痛快多了。枪枪到肉。好霸道的枪法！凶兽是人类的敌人，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因此，当壁刀虎被一面倒屠戮的时候，并没有人感到怜惜，反而是无比痛快。尤其是穿梭在其中的那一道修长高大的身影，每次出枪都带有一种特殊的暴力感。这种暴力并不显得血腥，反而是充满了美感，让这些16、17岁正值青春的少年少女们热血沸腾，一个个的涨红了脸蛋。痛快，爽，太爽快了！不愧是许学长。太厉害了！好家伙，看得我热血沸腾，都想自己搞把长枪试试。随着壁刀虎王的倒下，观众席上的学生们如同饱餐一顿的美食家一般，心满意足地发出各自的评价。而这个时候，徐景明的画面猛地一跳，直接跳到了第6名的位置。第6名，徐景明，796分，江城第2高中。我去，什么情况？学长的排名怎么跳到第6名去了？学长刚才的分数都才只是634分，怎么这一下子就涨了差不多160分？就算这里面有4、5头异界凶兽，也不至于一口气拿这么高的分吧？一时间，众人都有些疑惑，这分加的太多了。我才发现。学长已经没在中部区域，而是进入核心区域了。不知道从哪传出的惊呼，让众人下意识地查看虚拟屏幕上的地图。果然，徐景明所处的区域已经是在红色的核心区域内。我就说，感觉这几头壁刀虎的体型不太对，原来不是巅峰不入阶，而是1阶凶兽。这么说，刚才学长击杀的全都是1阶凶兽？牛逼！杀1阶凶兽都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原本众学生都以为徐景明还待在中部区域，这些凶兽也仅仅只是巅峰不入阶和1阶下位。然而没想到的是，徐景明已经进入了危险的核心区域。刚才是在和1阶下位以及1阶中位的凶兽战斗，其实也不怪他们没能第一时间注意到，实在是战况太激烈。与此同时，他们也终于明白徐景明刚才为什么不出手，原来是赶着去往核心区域。就算是第1名的清风剑周明阳，面对这种凶兽群，都只有来回拉扯，哪有像学长这么生猛的，直接一口气将所有凶兽击杀？众人下意识地将徐景明和排名第1的周明阳做对比，然而却发现，就算是那位明星考生周明阳，似乎都做不到刚才那样强大的统治力。一人对战10头壁刀虎，其中还有1头是1阶中位，这战斗力恐怕比周明阳都还要强了吧？第2高中的徐景明是哪个老师教的？居然能这么变态！军区外的观众席上，当徐景明独自一人面对凶兽群的时候，就吸引到了所有老师的注意。不过他们也没多想，认为徐景明会直接逃走。毕竟从比赛开始，还从来没有任何一名考生敢于挑战核心区域的凶兽群。然而接下来对方那近乎于碾压的强悍表现，却是让一位位老师和校长惊掉了下巴。尤其是5班班主任陈凡，更是一张老脸上的通红，显然是激动到了极点。学生表现亮眼，他这个班主任也跟着沾光。徐景明居然有这么强，就连一向情绪平淡的第2高中校长都不由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出枪迅猛如龙，快如闪电，高级枪法，这绝对是高级枪法。教育局局长张文山同样激动，然而他关注的焦点却是徐景明的枪法。要知道，普通人将某种兵器技巧练到高级，没个大半辈子根本不可能，而徐景明这才18岁而已，这是何等的天才！然而一想到徐景明的异能，他又忍不住一拍大腿，叹息不已。太可惜了，以徐景明目前表现出来的实力，都已经要比周明阳还要强了。
若是有一个好点的异能，那说不定就能打破江城许多年来的记录，冲进江南省前50。然而徐景明的1级异能却注定对方后继无力。高级枪法，怪不得这么猛。徐景明这满打满算都才不过18岁吧？枪法就已经练到了高级，这是何等的悟性！就算是省会城市的天才都不可能掌握高级兵器技巧吧？听到教育局长张文山的叹息，众多老师这才反应过来，又是一阵惊讶感慨。赵校长，恭喜了！看来今年的江城第1名要落到你们第2高中了。经过刚才那一战，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徐景明的实力比周明阳要强，拿到第1是迟早的事情。第1高中的校长刘航虽然心头不甘，但还是大方的向赵耀贺喜。刘校长过奖了，考试还没结束，结果究竟如何还不一定呢。第1高中是江城最好的中学，不仅教育资源丰富，更是汇聚了整个江城最优秀的学生入学。每年的异能觉醒后，第2高中都有不少优秀学生因为第1高中优越的条件而转学。因此，对于第1高中、第2高中校长赵耀说不带着任何敌意是不可能的。然而，第1高中实在太强，根本没有第2高中表现的机会。如今，第2高中压制第1高中的高光时刻即将到来，校长赵耀反而淡定了，语气十分谦逊。不管怎么说，徐景明的实力摆在那里，我们江城能有2人冲进江南省前100也不错。好不容易才恢复情绪的张文山对赵耀点了点头。这次你们第2高中很好，培养出了徐景明这么个学生。等高考结束，我会向市里提议，对你们第2高中进行嘉奖。多谢张局长。赵耀面色一喜，他们这种选择当校长的异能者，本身对于提升实力已经不抱太大希望，重心更多是放在了仕途上。而一次嘉奖不仅能给第2高中带来更多资源，他这个校长也会因此受益。未来想要更进一步进入教育局，也不是不可能。徐景明，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赵耀心头感慨不已，他从来都没想到第2高中居然还有这么一天。正如张文山所预测的一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徐景明的分数就如同坐火箭一般蹭蹭往上涨，仅仅不到1个小时就超越了周明阳，成为了第1名。而这个时候，时间也来到了下午3点，也就是说6个小时后，5科高考便会结束。废墟小镇核心区域一处破败的小区内，10多头凶兽分为2个阵营，互相将对方当作午餐猎物厮杀。两边阵营分别是独角蜥和壁刀虎，若双方数量相同，将会是独角蜥全面碾压的结局。可这里的壁刀虎有8头，独角蜥却只有4头。论实力，双方差距并不大，壁刀虎只是稍占上风。也正是因为如此，双方虽然打了好一会儿，互相撕咬出不少血淋淋的伤口，但却没有凶兽阵亡。凶兽生性残暴，一旦开始战斗，没有将对方全部击杀，是不会停止的。然而就在这时，其中一头壁刀虎嗅了嗅鼻子，却忽然停下了冲锋的步伐，俯低身子朝着小区大门发出一声威胁性的低吼。这一声低吼仿佛连锁反应般，让在场所有壁刀虎和独角蜥都默契地停止厮杀，随后调转方向，脑袋朝向大门口，面露凶光，身体呈现出随时都能爆发的冲锋姿态。在凶兽们的注视当中，一名高大的人类青年缓步出现。青年穿着一袭黑色战衣，脚踩战靴，身材修长高大，眸子清澈有神，眼神却仿佛孤狼一般锐利。一杆粗大的黝黑长枪被随意地扛在肩上，锋利的枪刃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森然寒光。12头凶兽，很好。徐景明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波凶兽是他这1个小时遇到的数量最多的一波。右手用力一拍，枪尾飞跃而起的黑曜枪便落入徐景明手中。正当他提枪准备杀入凶兽群时，忽然眉头一皱，停下脚步，目光看向右边，那边有一栋残破老旧的建筑。出来吧，我发现你了。不愧是第1名，感官果然敏锐。一名身后背负长剑、长相清秀的男生从建筑阴影处走了出来。周明阳。徐景明眉头一挑，这人赫然正是那位拥有 B 级风系异能的清风剑周明阳。和在5科考场外的飘逸不同，此时周明阳已然有些风尘仆仆的模样，头发杂乱，战衣上沾着不知道是自己还是凶兽的暗红色血迹。当然，考场上的大多数考生也都是这副状态，徐景明自己也一样，只不过因为使用的是长枪，身上被溅射到的血液要少那么一些。不过你怎么知道是我？徐景明有些疑惑，他可不认为这位大名鼎鼎的明星学员会知道身在第2高中的自己。敢进核心区域的就那么几个，我们都是老熟人了。现在忽然出现一位陌生人，当然就只可能是第1名的你了。周明阳笑着解释道。原来如此。徐景明点了点头。5科高考，考生之间不能互相攻击，一旦发现，永久失去高考资格。再加上2人头上都有跟踪无人机，更不用担心周明阳会偷袭之类的。于是徐景明提着枪，便要走向不远处的凶兽群。等等，你是准备1个人对付这群凶兽？周明阳一愣，连忙伸手阻拦。怎么，你想和我抢怪？徐景明目光变得危险起来。对他而言，凶兽不仅意味着分数，更代表着异能点。这些凶兽他不可能让给别人的。对上徐景明的目光，周明阳仿佛被强大兽王盯上一般，鸡皮疙瘩直起，好凶悍的气息。心头惊叹一声，周明阳迅速反应过来，连忙道：这里面有2头1阶中位凶兽，你1个人对付不了的，我们俩联手说不定还有些可能。这是2只不同的凶兽群，每个凶兽群里都有1头1阶中位的王。我一直躲藏在旁边，也是想等他们2败俱伤后再出手。而现在2方凶兽虽然受伤，但却没有减员，正是狂暴凶狠的状态。选这个时间点上去，基本就是找死。不用，
我一个人就行。见周明阳不是要抢怪，而是想合作，徐景明态度顿时好了许多，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便提枪冲锋了出去。周明阳还想再劝，但见徐景明都冲了出去，也只好作罢。也罢，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周明阳提剑站在一旁开始观战，目光集中在徐景明身上，一旦有什么不对，他也会迅速加入战场。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周明阳瞪大了眼睛，只见冲入凶兽群中的徐景明就如同开了无双一般，手中的黑色长枪仿若幻影，每出枪便能带走一头凶兽的性命。仅仅只是3分钟不到，场中12头凶兽就只剩下了最后4头。周明阳震惊了，在2个小时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可随后对方就如同彗星一般崛起，不仅很快冲到前10，而且就在10多分钟前，还直接夺走了他的第1名。对于如此生猛的一位人物，周明阳自然十分好奇，甚至会想象对方会拥有何等可怕的异能，是不是某种强大到极点的变异异能？然而对方就仅仅只是使用那杆黑色长枪，便完成了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咕咚，周明阳咽了口水，感觉自己口干舌燥。难道他拥有某种强化类异能？只是我没看出来。就在他在原地暗自猜测思索的时候，前方的徐景明也很快完成了收割，最后一头壁刀虎王土地。击杀一阶下位独角蜥一头，异能点加12。击杀一阶下位壁刀虎一头，异能点加10。击杀一阶中位壁刀虎一头，异能点加15。听着脑海中的一连串提示，徐景明表情享受，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不过等到5科高考结束，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徐景明回过神来，和周明阳打了个招呼，便迅速离开。等周明阳反应过来的时候，徐景明已经窜出去7-80米远，于是他连忙大声问道：“徐景明，你拥有的是强化类异能吗？”“不是，雷电系。”徐景明的声音远远传来，他本人的身影却已经完全消失在了视线当中。雷电系？周明阳懵了，刚才这哪有半点雷电系的样子？不想告诉我异能类别，也不至于这么敷衍我吧？真是个性格恶劣的家伙。周明阳表情幽怨，而且刚才那眼神居然是担心我抢他的怪。这种凶兽群除了你这种变态，还有谁能对付？再说了，核心区这么多凶兽，还用担心没有凶兽杀？说起来我在这等了10多分钟了，说抢怪也是你抢我的呀。鉴于徐景明那恶劣的态度，周明阳离开的时候都还是骂骂咧咧的。见识到徐景明的强悍后，周明阳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心里却也十分清楚，徐景明确实比他要更强。也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怪物，看气息也不是异能者的样子，却偏偏杀一阶凶兽和砍瓜切菜一样简单。心头默默吐槽了几句，周明阳也继续开始自己击杀凶兽之路。实力比不过徐景明，但这个第2名还是要站住的。于是他身形穿梭在核心区，寻找能对付的凶兽击杀。最开始2个小时都还好，时不时能遇到落单的一阶中位凶兽，或者只有3-4头凶兽的小型凶兽群。可到第3个小时，周明阳明显感觉路上的凶兽少了许多。而到了第4个小时，他在核心区转了半天，愣是没能看到一头凶兽。什么情况？凶兽都跑哪儿去了？周明阳人都麻了，发泄似的将路边一颗拳头大小的碎石踢开。身为异能者，他力量不可谓不大，被踢到的石子爆射出去，撞到一片锈迹斑斑的铁皮广告牌，发出一声轰隆巨响。若是放在之前，他绝对不会做这样会吸引凶兽注意的举动。可现在他反而希望能有凶兽被吸引过来。然而凶兽没吸引过来，却是吸引到了几名人类。这是2男1女的一行人，3人正在往这边走，远远的就挥手打起招呼。明阳，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周明阳疑惑地看着走到自己面前的3人，和他一样，他们都是第1高中火箭班的学生，一阶下位异能者，互相都认识，是老熟人了。除他以外，这3人占据着5科排名前5的另外3个排名。这你就要问问徐景明了。最右边留着光头的男生无奈地耸了耸肩。徐景明把核心区的凶兽都杀光了，我们是都找不到凶兽，才不得已凑到一起。中间女生声音软萌地补充道，她身材娇小，但却随身携带着一柄大刀，给人一种极大的反差。我们已经在这边转悠了半个多小时，听到这边有声音，还以为是凶兽，兴冲冲地跑过来，结果没想到是你。左边留着长发的男生摇头叹息，徐景明把凶兽杀光了？怎么可能？周明阳眉头一皱，下意识的就选择不相信。毕竟为了准备5科高考，核心区内投放的凶兽少说都有300-400头，这么多凶兽想要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杀光，根本就不可能。一看就知道你好久没看排名了。诺，你自己看看徐景明的分数就知道了。光头男生打开自己的智能手表，嗡的一声，排名界面随即被投射到半空中。第1名徐景明3435分，将成第2高中。看着排名第1的徐景明那恐怖的分数值，一向风度翩翩的周明阳差点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这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是徐景明把凶兽给杀光的吧？光头男生苦笑着关闭虚拟投影。击杀一头1阶下位凶兽，获得的分数在14到16分左右；击杀一头1阶中位凶兽，获得的分数在20到22分。3435分，就算减去他在中部区域获得的700多分，也都还有2700多分。也就是说，徐景明一个人在核心区就击杀了差不多200头凶兽，另外我们几个人也杀了不少，算在一起，可不就是将核心区的凶兽全都杀光了吗？这一番话把周明阳听得一愣一愣的。进入考场之后，他都想的是尽可能多的去击杀凶兽，拿到更高分数，可却还从来没想过凶兽还有被杀光的时候。尼玛，
怪不得之前徐景明那么害怕被抢怪，原来是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一想到最开始和徐景明的那番对话，周明阳就感觉心头有10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3435分，这分数太逆天了。徐景明最差都是江南省前10名，前10名啊！我们江城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的好成绩？破纪录了！徐景明破了我们江城的纪录。当考场内的周明阳震惊于徐景明分数的时候，考场外的校长老师们却已经是乐翻了天。3435分，注定徐景明能冲进江南省前10，而这个成绩也是江城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真没想到，徐景明单凭那一柄长枪都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二中校长照耀感觉自己浑身燥热，激动得不能自已。江南省前10是什么概念？是全国顶尖艺能高校都会抢着要的天之骄子，田野出麒麟。没想到我们江城也能有徐景明这样的学生。教育局局长张文山同样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时他已经不在乎徐景明仅仅只是觉醒者了，毕竟有这样的成绩，就算是 F 级艺能也有学校钱。不过徐景明还真够疯狂的，短短3、4个小时就几乎将核心区的凶兽全都杀光了，看样子以后怕不是一个战斗狂。张文山感慨道。周明阳他们不知道核心区投放了多少头凶兽，身为教育局局长的张文山还能不知道吗？核心区一共投放了450头一阶下位凶兽和40头一阶中位凶兽，除去凶兽互相厮杀阵亡以及周明阳4人击杀的数量，徐景明一个人就击杀了整个核心区差不多一半的凶兽，而这却仅仅发生在3、4小时内，从侧面也足以说明徐景明实力的恐怖。徐景明父母在他小时候就双双死于凶兽之祸，可能是因为这样，他才对凶兽如此痛恨。班主任陈凡补充道：“原来如此。”张文山恍然地点了点头，面色一冷：“哼，早晚有一天，我们人类会把凶兽全都消灭。放心吧，会有那么一天的。”想到凶兽的残暴，校长赵耀也不由冷声补充了一句：“你遇到过徐景明了？快说说看，他是什么异能？”考场内，当听到周明阳遇到过徐景明时，周围几人顿时来了兴趣。异能种类我不能确定，不过他体魄很强。气血值至少都在180点以上。周明阳摇了摇头，说出自己的猜测：180点气血，怪不得这么生猛。光头男生啧称奇，普通觉醒者的气血值就只有100点左右，我们这些一阶下位异能者，气血值也才只有130多。180点气血是我们遥不可及的目标。体魄强悍，大概率是强化系异能者。开启异能强化体魄后，有这种气血也正常。长发男生故作淡然，可语气却有些酸溜溜。不，徐景明还只是觉醒者。周明阳再次摇头，他并没有否认长发男生对徐景明拥有强化系异能的猜想，毕竟他也是这么认为的。觉醒者？提着大刀的娇小女生惊呼出声，合着我们这几个异能者还比不过一个觉醒者。女生的这一句话，顿时将在场几人都给说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周明阳才悠悠说道：“不得不说，梦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抓重点。”梦蒂是他们这几名异能者中唯一的女生，觉醒的是强化系 B 级异能，目前排名第4。我这不是被吓到了吗？梦蒂吐了吐舌头，可爱的模样和她手上提着的大刀形成强烈的违和感。不过周明阳几人倒是也都习惯了。徐景明真是变态，还只是觉醒者阶段就这么猛了。光头男生神色复杂，顿了顿又道：“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距离高考结束还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核心区凶兽被杀光，难道我们要重新回中部区域？5科高考，大家都争分夺秒的想要尽可能多的击杀凶兽，获得更多分数。剩下的这1个半小时，他们自然也不可能继续闲逛。我们这到中部区域至少都要大半个小时，路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而且中部区域大多都是巅峰不入流凶兽，击杀后获得的分数并不算高。”思索片刻后，周明阳说道：“与其回中部区域，还不如我们一起去最核心区试试。”最核心区？众人闻言，心头都不由咯噔一下。最核心区内的凶兽等级最低都是1阶上位，甚至还有2阶兽王这样的凶兽存在。就算是身为1阶下位异能者的他们，进入其中也要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单独一个人进最核心区，无异于送死。不过我们4个人联合到一起，倒是可以一试。光头男生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点了点头。5科高考一考定终生，虽说对于他们这些异能者来说，5科高考考砸的结果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可要能考上更好的大学，他们也不会放弃。我没有意见。娇小女生梦迪嘻嘻一笑，目前看来也只有这样。长发男生也是点了点头。行，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周明阳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决定方案后，随即带着3人迅速离开。废墟小镇核心区某一处，徐景明背负着一柄长枪行走在道路上。这原本是市区街道，可如今却是水泥地面龟裂，杂草丛生，一副荒芜的模样。两旁的建筑商铺也都是破败无比。不过徐景明并没有注意周围环境，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自己的系统面板上。等级：觉醒者，异能：紫霄神雷 S 级，体魄181，气血181，精神182，技能：枪法，高级，闪电疾风破，初级，异能点2534。徐景明双眼发亮，这是他进入核心区域后的全部收获。这么多的异能点不可谓不惊人。不过即便如此，等级后面却依旧没有出现加号，而这也让他确认，确实是因为没有修炼异能修炼法，才没办法蜕变为异能者。不过这样一来，核心区的凶兽就被我杀得七七八八了。想要继续获得异能点，
必须去往最核心区。徐景明思索着，不过那里有2阶凶兽，去之前还得加强一些实力。徐景明点下战绩，闪电疾风破，后面的加号异能点100，闪电疾风破，初级升级为中级，异能点200，闪电疾风破，中级升级为高级。徐景明一口气花了300异能点，直接将这门战技提升到了高级。霎时间，这门战技就像被他练习了成千上万次一般，熟练无比。这下对付那头2阶凶兽，我也更有信心了。虽然身上的异能点很多，但徐景明并没有大肆用来提升自己的基础属性，只是在最开始提升到180点气血，以及现在的战绩提升，可以说是非常节省。一方面因为异能点珍贵，等5科高考结束，再也没有这样收割异能点的机会；另一方面等进了异能者大学，这些异能点还有大用。当然最重要的是，以他现目前的实力，已经足够对付最核心区的2阶凶兽，不需要再进行提升。加点完毕，将背包内剩下的2根能量棒一饮而下，补充好体力后，徐景明看了眼地图，便朝着最核心区的方向大步迈去。和5科高考的整个地图相比，最核心区域可以说是小得可怜，几乎就只是一个小点。不过放到现实中，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小点了，而是一整座小区。这是一个名叫景色院的小区，小区空地上栖息着数十头凶兽。和普通凶兽群不同，这些凶兽种类各不相同，有铁毛猪，甚至还有独角蜥。要知道凶兽生性残暴，不同族群之间会互相视为猎物。像这样数量众多的不同种类凶兽能和谐待在一起形成族群，必然有一头镇压一切的兽王。而这头兽王正是一头匍匐在空地最深处的灰熊。和普通灰熊不同，这灰熊体型庞大，好似坦克般，一双眸子更是猩红如血，仿佛藏着尸山血海。就是这样一头凶兽，仅仅只是栖息在那里，都有一种骇人气息散发而出。而这时，周明阳一行人已然到达附近，站在一栋楼房的楼顶往下眺望。当看到下方栖息着的灰熊时，众人脸色皆是一变。居然是嗜血暴熊！周明阳面色难看，不同凶兽之间实力有差距，就比如同是一阶，一头暗影猫怎么都打不过独角蜥，这便是种族压制。而嗜血暴熊在凶兽族群中也是出了名的稀有族群，很难对付。先不提那夸张到恐怖的力量，就说它那全身纠结在一起的厚厚皮毛，就要比1级合金还要坚固，就算是导弹都无法轻易轰碎。这下麻烦了。周明阳忍不住苦笑，若是换做其他普通的2阶凶兽，他们4个人联合在一起，说不定还能顶上那么一会。可按照嗜血暴熊的实力，那宛如大铁锅般的熊掌拍下来，所有人都得死，根本连顶都顶不住。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刚进小区都用不着嗜血暴熊出手，就直接被这一拥而上的1阶高位凶兽给团灭了。光头青年撇了撇嘴，他们这4个人联合在一起，也最多只能对付3、4头1阶高位凶兽，可下面小区空地上的1阶高位凶兽却足足有30多头。也就是说，无论是那头2阶嗜血暴熊，还是剩下的这些1阶高位凶兽，都是他们连惹都不敢惹的。最核心区和核心区的凶兽配置差距太大了，核心区最强的都才只是1阶中位来着，换到最核心区，最强凶兽变为2阶不说，就连这些普通凶兽也都是1阶高位，这还怎么玩？娇小女生梦蒂不开心地嘟起小嘴。在考试之前，我就听说我们这届5科高考的出题人是老刘，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这种变态的凶兽搭配，绝对是他没跑了。长发男生咬牙切齿道：“江南省每年5科高考的出题人都会轮换，而出题人老刘便是众多出题人中的一位狠角色。由他安排的5科高考，死亡率比其他年份高上1倍不止。最核心区1阶高位凶兽和2阶凶兽是全国5科高考的固定搭配，只是老刘将2阶凶兽换成了更难对付的嗜血暴熊罢了。”周明阳叹了口气，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们实力不够。5科高考本就是优中选优，最核心区就相当于数学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能够将这道大题解决的，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是江城被万众瞩目的天才，可放到整个江南省，他却连触碰这最后一道考题的资格都没有。话说起来，徐景明那个家伙拼死拼活忙碌这么大半天，费尽心思才拿到的3000多分，却还不如击杀眼前的这头2阶凶兽和30多头1阶高位凶兽来得快。长发青年嘴角微微上扬，表情有些幸灾乐祸。最核心区凶兽的分数要比核心区高得多，击杀一头1阶高位凶兽便可获得100分数，若是能击杀最终的2阶凶兽，更是能一口气获得4000分。人类需要的是战力突出的强者，杀再多的渣子又有什么用？长发男生显然是对徐景明颇有些怨气。周明阳闻言眉头一皱，不过最终还是没说什么，毕竟这是事实。5科高考需要的是实力凶悍的强者，而不是只知道击杀低阶凶兽的杀戮机器。正如现如今的蓝星一样，虽说凶兽肆虐，但只要能将凶兽族群中的兽王全部击杀，剩余凶兽便会不攻自破，而没有将兽王全部击杀，就算杀再多的普通凶兽也没用。也正是因为如此，5科高考才会将最核心区凶兽的分数设置的这么高，只要将2阶凶兽击杀，即可获得镇压全场的分数，而2阶凶兽也是有意冲击省状元考生的必夺目标。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周明阳在心头还是默默地补充了一句：徐景明没用，那我们这些分数比他低的，岂不是连屁用都没有了？心头这么想，不过等会还要并肩作战，于是他才并没有反驳。好了，别说那么多了，等会我们就下去试试，看能不能勾引几头1阶高位凶兽出来。周明阳说道。有2阶嗜血暴熊坐镇的小区空地，是肯定不能直接进去的，因此周明阳的策略是一头头勾引，能杀几头算几头，当然也有可能一头都勾引不出来。
若是真是那样，他们这一群人就只能回中部区域了。干活了，干活了，跑去2阶凶兽坐镇的地方勾引凶兽，这真不是在作死。呵呵，就算是作死，还不一样要试试。几人互相调侃着准备下楼，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黑色身影却从远处快速奔袭而来。身影速度很快，仿佛猎豹一般，短短几秒钟时间，就从远处来到了景色院小区门口。徐景明，周明阳目光微凝，虽然身在8楼楼顶，但依靠异能者的强大势力，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下方的身影，正是和他见过一面的徐景明。徐景明也过来了，哪呢？哪呢？梦地几人并没有和徐景明偶遇过，于是，在听到周明阳的声音后，都已经走到楼梯口的几人连忙倒转回来往下看。当觉醒者蜕变为异能者后，不仅异能会得到强化，就连身体素质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因此8楼的高度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足以将下方的人物看清。只见下方的小区空地上，一名青年站立在那里。青年身材高大，容貌坚毅，一双眸子如老鹰般锐利。不知遭遇了多少战斗，青年穿着的黑色战衣竟然有大半都被染成了暗红色，而他身后背负着的那杆黑色长枪，原本锋利敏锐的枪刃，却仿佛砍多了骨头的菜刀一般，变得凹凸不平。也正是因为这杆长枪，青年稳重而又强大的气息，凭空多了一分狰狞。好帅的小哥！无论在何时，女人永远是感性的生物。于是，在看到徐景明的一瞬间，梦地便美眸一亮。F 级长枪能被他用成这副破败的样子，难以想象他究竟击杀了多少凶手。光头男生则是惊叹于徐景明武器的残破。要知道 ，F 级合金坚硬无比，被用成这个样子，所以说明战斗的频繁与残酷。敢这样出现在凶兽群面前，这不是找死。最后的长发男生却是冷哼一声，吼嗷呜！果然，因为徐景明的出现，下方凶兽们迅速躁动。眨眼间，10多头一阶高位凶兽便咆哮着向他冲去。完了，他惊动凶兽群了！梦迪发出一声惊呼：“徐景明怎么这么莽撞？”周明阳眉头一皱，这个距离就算他们想要帮忙也来不及。而等他们冲下去后，恐怕徐景明也死得不能再死了。还能为什么？第一名给他带来的自信呗，不知道天高地厚。长发男生一声冷笑，目光紧盯着下方，居然是用枪的。不过他那杆枪恐怕是保不了他。就和他说的一样，开始徐景明还能应付冲上来的几头凶兽，可后续紧接着跟上来的凶兽，他却是招架不住，身影很快被淹没在10多头凶兽当中。徐景明不会就这么死了吧？望着那消失在凶兽群中的身影，周明阳有些难以置信。对方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如同彗星一般崛起，而现在却又要如同流星一般陨落。最重要的是，徐景明到底是怎么想的？明知道最核心区都是1阶高位以及2阶凶兽，怎么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凶兽面前？不过话说起来，他果然在骗我。从始至终，他都没使用过雷电系异能。周明阳喃喃道：“算了，人死如灯灭。”骗了也就骗了。周明阳和徐景明也仅仅只是一面之交，对于对方的安危也没太大感觉，最多也只是疑惑对方的这个愚蠢行为而已。而就在这时，周明阳几人忽然心头一悸，一道低沉而又威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神雷！”下一刻，伴随着杂乱刺耳的雷鸣声，一道紫色冲击波从下方凶兽群正中心猛地激荡开。砰！接触到这冲击波的凶兽全都如遭重击般，全身变得焦黑，倒飞出去4、5米。而原本密集的凶兽群也仿佛就像是用橡皮擦轻擦了一下的涂鸦般，顿时清空出一片空地。空地中央，徐景明那高大修长的身影如同战神一般屹立在那里，在他身体周围，一道道紫色雷霆萦绕，仿佛在迎接自己君王降临一般，不断欢呼雀跃着。而这个时候，周明阳几人才赫然发现，刚才那并不是什么冲击波，而是由紫色雷霆凝聚而成的高压电网。望着空地中央那宛如雷神一般的身影，周明阳目瞪口呆，好一会后才反应过来，喃喃道：“徐景明还真是雷电系异能啊！”空地中央，以徐景明为中心，紫霄雷霆蔓延出3米，雷鸣声如同上千只鸟同时鸣叫般刺耳。恐怖的雷霆仿佛让徐景明附近成为了生命禁区。3米外是一头头被雷电击得焦黑的凶兽，3米内就只有仿若主宰一般浑身萦绕着雷电的徐景明一人。果然，单凭肉体力量，想要对付这么多1阶高位凶手，还是勉强了些。徐景明抬起左手，有些沉醉地看着指尖跃动的紫色电弧。异能威力和等级以及2大基础属性息息相关。虽然他还仅仅只是觉醒者，但180点的气血和精神，让他的紫霄神雷比刚觉醒时又要强大不少，甚至于对一些高位凶兽都能产生极大的杀伤力。这就是 S 级异能，霸道且强悍。徐景明看向前方，10多头凶兽的重伤濒死，已经引起了此处兽王的注意。嗜血暴熊从栖息状态直立而起，5米的高度，再加上3米多的体宽，就仿佛一台重型坦克。想象一下，一台重型坦克直立而起是怎么样的压迫感？徐景明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稀有凶兽嗜血暴熊，今年的5科高考果然不是一般的难。徐景明舔了舔嘴唇，夏季的江南日落的要晚一些，天边斜阳照射在嗜血暴熊身上，在地面上投射出一条长长的影。因为背对着光，徐景明无法清楚地看到嗜血暴熊面部，但他那一双如血般猩红的双眼却是带着强大的压迫感。感受到这种气息的影响，原本慑于徐景明威势而畏缩不敢上前的剩余10多头凶兽，姿态再次张狂起来，伏低身子，龇牙咧嘴，发出一声声咆哮低吼。这场景拿去拍恐怖片倒是挺适合，不过等会儿打起来，
这些小怪怕是有些麻烦。徐景明思索着，既然如此，那就先清场。徐景明目光一凝，原本只是活跃在体表的紫霄神雷，在他的操控下，竟然直接深入到体内，就仿佛被注入强力兴奋剂一般。徐景明身体猛地一颤，随后清澈有神的双眼被紫色雷霆充斥。与此同时，一股无比庞大的力量自他四肢百骸涌现而出，就是这种感觉。徐景明棱角分明的脸庞上，笑容肆意而又张狂。异能是人类本身的一种力量，就如同手臂一般运用自如，因此除了战技这种比较精细的异能运用方法之外，也有比较粗糙的运用方式，比如周明阳的风系，随意使用即可减轻空气阻力，加快奔跑速度；再比如他刚才的紫霄神雷爆发，可以达到类似强力电浆炮的效果。而此刻的这种状态，也是雷电系异能的一种基础运用，将雷霆引导进体内，刺激全身细胞，即可让自身体魄得到大幅度增强。以前徐景明也试过用1级异能弱电来刺激身体，然而除了让身体发麻外，并没有其他效果。可现在换作 S 级的紫霄神雷却是完全不同。徐景明能感觉到紫霄神雷如同江河一般在体内奔涌，让自己体魄强化到了一个十分变态的程度。当然，这毕竟不是战技，而且雷霆穿梭在体内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损伤经络，因此这个状态徐景明也无法长久维持。不过用来解决你们这些凶兽倒是足够了。徐景明嘴角一扬，下一刻雷霆闪烁，他身形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然是在一头异阶高位独角蜥身旁，随后长枪在手，仿若闪电一般在空中划过一条紫黑色轨道。还没等这头独角蜥反应过来，他颈部就多了一条血线，随后独角蜥那硕大的头颅竟然极为丝滑地掉落在地上，他那堪比钢铁一般坚硬的肌肤在这一刻竟然没有起到丝毫的防护作用，鲜血如同喷泉一般从脖颈处狂涌而出。一阶高位凶兽的强悍生命力，即便是被破开腹部也一样能行动，可失去头颅却是必死无疑。独角蜥的无头身躯就这样轰然倒塌于血泊当中。眼见独角蜥在自己身前被杀，嗜血暴熊再也忍不住了，怒吼一声，朝徐景明发起冲锋。嗜血暴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奔跑速度却不慢，四肢着地，眨眼间便跨越30多米的距离。与其说它是在奔跑，还不如说它是在飞跃。然而嗜血暴熊的速度快，徐景明的速度还要更快。在紫霄神雷的加持下，他化为一道紫黑色幻影，穿梭在凶兽群中。每次出手，那萦绕着紫色雷霆的黑曜枪便能收割掉一头凶兽的性命。击杀1阶高位凶兽独角蜥蜴，异能点加15。击杀1阶高位凶兽暗影猫，异能点加13。击杀1阶高位凶兽壁刀虎，异能点加14。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在徐景明脑海中接连响起，同时伴随着的还有嗜血暴熊因抓不到徐景明而爆发出的阵阵无能狂怒。这是什么雷电系异能，这么猛？楼顶周明阳一行人已经全部看呆了，光是异能爆发就将1阶高位凶兽打得重伤濒死，而徐景明才仅仅只是觉醒者，就算是 A 级异能都没办法达到这种强度吧。娇小女生梦迪艰难地咽了口水，得益于网络的发达，她也不是没见过高阶雷电系异能者，然而就算是那些高阶雷电系异能者所带来的压迫感，却没有此时徐景明所带来的压迫感强。比 A 级异能还强？难道是？周明阳和光头男生对视一眼，竟然是异口同声道 S 级。话音刚落，周明阳紧接着摇头否定，不对，要他真是 S 级异能，从觉醒异能的那一天起，整个大夏国都会震动，更何况在现如今很难做到隐瞒自己的异能等级。异能觉醒是国家统一安排的，每位觉醒者的异能都会记录到国家信息库中，要真有 S 级异能，国家早就出手送去精英化培养，怎么还会待在这教育资源匮乏的江城二中？难道是异能变异？光头青年试探性问道。异能变异？周明阳沉吟片刻，点了点头，确实有这个可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异能变异虽然罕见，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从前就有地级异能在偶然的情况下变异为天级异能的案例。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过后，整个江城恐怕都会为他震动。看着楼下那一袭长枪驰骋于凶兽群中，霸道清场的黑色身影，周明阳神色无比的复杂。时间倒退回4分钟前，当徐景明独身出现在嗜血暴熊凶兽群前的时候，考场外的军区空地上顿时响起阵阵惊呼。徐景明在干什么？怎么直接出现在凶兽视野当中？周明阳几人都知道，先躲在高处观察。徐景明怎么这么莽撞？跑，快跑啊！教育局长以及诸位校长都是2阶异能者，眼光毒辣，自然早就看出徐景明的实力。同时对付2、3头1阶高位凶兽还可以，但想要同时对付数十头1阶高位凶兽，无异于痴人说梦，更别提在这之上还有一头更恐怖的2阶凶兽嗜血暴熊，更是他所不能对付。于是，在看到徐景明没有丝毫隐蔽的出现在最核心区的时候，局长和校长们顿时都慌了，不少2中的老师都在呐喊让他逃跑。可惜画面中的徐景明根本就听不到，反而是因为惊动了凶兽群，被淹没在凶兽群中。徐景明太自信了，居然敢这样大摇大摆地进入最核心区。局长摇了摇头，面色凝重。就算徐景明最终能侥幸活下来，等5科高考结束，这样莽撞的表现被各大异能高校招生办看到，评价恐怕也会大打折扣。这下完了，
我们学校好不容易出现的一名天骄，难道就要这样陨落了吗？第二高中校长赵耀面如死灰。徐景明不是还有安全球吗？一旁的班主任陈凡连忙说道：“先不说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打开安全球，就算打开了，安全球所释放的高压电网也经不住这群一阶高位凶兽的蹂躏。”校长赵耀摇了摇头，转头看向本次5科高考的总指挥王指挥，请安排就近的异能者小队准备展开救援吧。为了尽可能的保全考生性命，除了安全球外，另外的一重措施便是分布于考场各处的异能者救援小队。和稚嫩的考生不同，这些异能者救援小队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精英，并且阵容搭配十分合理。虽然都只是1阶，但整个小队组合在一起，面对2阶凶兽也不落下风。当然，这样的精英救援小队在整个军区也就只有寥寥数支，往往用于救援5科高考中潜力极大的考生。如今排名第1的徐景明，显然有动用精英救援小队的资格。好，王指挥点了点头，打开通讯，准备联络救援小队。希望徐景明能撑到救援小队到达吧。校长赵耀叹了口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属于徐景明的投影画面上忽然光芒大亮，以徐景明为中心，无数紫色雷霆狂涌而出，周围所有凶兽在这狂暴的雷霆之下，全都被电的焦黑直接弹飞了出去。紧接着，徐景明仿佛化身雷神一般，双眸带电，体表紫色雷霆跳跃，手持一杆长枪在凶兽群中展开厮杀，而那头2阶的嗜血暴熊追在后面，却始终无法打中，只能任由徐景明在凶兽群中收割。整个战斗场面仅仅只是在一瞬间就完成了逆天反转，而局长以及校长等人更是被这瞬间的翻转惊得目瞪口呆。这是徐景明的雷电系异能。校长赵耀倒吸一口凉气，一旁的教育局局长张文山也是惊呆了。赵校长，你们管这叫做1级异能，怕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废墟小镇最核心区内，在紫霄神雷的加持下，徐景明如同遛狗一般遛着嗜血暴熊。嗜血暴熊似乎也意识到自己速度不够，追不上徐景明，只会是被遛，于是干脆不追了。庞大的身躯坐镇于小区空地中央，猩红的双眼紧盯着徐景明的身影。每当徐景明击杀一头凶兽时，他全身的嗜血气息便会加重1分。全场的1阶高位凶兽共有34头，其中13头在最开始围攻徐景明的时候，在紫霄神雷的电击爆发下，已经是全身焦黑重伤。至于剩下的21头凶兽，也是在短短的1分钟内被开启了细胞活化状态的徐景明接连击杀。噼里啪啦，电光一闪，徐景明提着长枪，全身雷霆弥漫的高大身影便出现在嗜血暴熊身前约8米处。倒是挺聪明，知道我会来找你，直接等在这里。徐景明充盈着紫色雷霆的双眸看着不远处的嗜血暴熊，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气场逼人。而此时的嗜血暴熊显然愤怒到了极点，鼻孔喷着粗气，肌肉虬结的胸膛也因为剧烈的呼吸大幅度上下起伏，一双猩红的眸子更是冰冷无情。如此一幕，心理素质差些的异能者恐怕会当场吓得瘫软。然而徐景明却是面色不变，左手虚空一握，仿若主宰一切的雷神一般，萦绕在周围的紫霄神雷迅速汇聚过来，形成一道紫色闪电。滋啦，紫色闪电被徐景明猛地掷出，轰的一声，精准前方的嗜血暴熊身上，这足以秒杀1阶高位凶兽的恐怖雷霆，此时却仅仅只是跳动在嗜血暴熊身体表面，除了让他面目更加狰狞以外，似乎并没有太大用处。不愧是2阶凶兽中的稀有族群，防御力很强。徐景明目光微凝，和普通家养宠物不同，嗜血暴熊从来不会去清理自己的毛发，这样会导致毛发很容易凝结在一起，形成好似铠甲一般的防护。这样的毛皮铠甲强度甚至比得上1级合金，更重要的是，它还不导电。紫霄神雷虽强，但徐景明毕竟还只是个觉醒者，跨越2个大境界，想要对2阶嗜血暴熊造成伤害，确实有些勉强。看来要想办法先破防才行。当徐景明心头暗自思索的时候，对面的嗜血暴熊也没闲着，只见他狂暴的气血竟然实质化的出现在他身体周围，如同超级赛亚人一般，红色气血形成上升气流，随即他整个身躯猛地膨胀一圈，狰狞的熊脸上青筋爆发，地面碎石在这股强大能量的影响下，甚至都在微微颤抖。随后他双腿猛地一用力，地面出现一个深坑，而那庞大如铁塔一般的身形，竟然是朝着徐景明飞跃而来。徐景明心中一惊，知道一辆虎式坦克朝自己砸过来是什么感受吗？我现在就有这样一种既视感。于是他面色一变，连忙闪躲到一旁。轰！嗜血暴熊仿佛彗星一般，砸落在徐景明原本正站立的位置。本来就已经饱经风霜的水泥地再也支撑不住，以嗜血暴熊为中心皲裂开来，尘土飞扬。等灰尘散尽后，嗜血暴熊那宛如超级赛亚人一般的形态再度出现在徐景明视线当中。一上来就开暴走，看来这真是恨不得早点杀死我呀！徐景明啧啧惊叹。低阶凶兽以及高阶凶兽往往掌握着类似于人类战技一样的技能，而暴走便是凶兽所掌握的比较常见的一个技能。根据研究，开启暴走期间，凶兽为数不多的智慧会被完全泯灭，转化为只依靠本能行动的杀戮机器。与之相对应的，暴走状态下，凶兽体魄强度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一般情况下，凶兽只会在拼命的时候才会开启暴走，可这战斗刚开始，嗜血暴熊就直接开启暴走，显然是被徐景明刚才的遛狗行为气得不轻。不过我也不是傻子，
不管有没有开启暴走，我都不会和你硬碰硬的。徐景明心中暗道，他原本的气血高达180点，在细胞活化的加持下，更是暴涨一截，力量强的惊人。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和嗜血暴熊正面碰撞的想法。他才1.86米，嗜血暴熊现在都已经6米多高了，拼力量不是找死吗？最好的办法还是依靠敏捷性去打。电光一闪，徐景明那手持长枪的身影一个模糊，消失在原地。嗜血暴熊本能的感觉不对，还没来得及反应，便感觉自己腿部传来一阵剧痛。只见一道带着紫色电弧、锋锐无比的豁大伤口，猛然从嗜血暴熊的左腿处绽放。噗嗤，鲜红的血液如同井喷一般，从腿部动脉处喷洒而出。吃痛之下，嗜血暴熊那硕大的拳头砸向脚边的那个渺小的人类身影。相较于嗜血暴熊那6米多的身高，仅仅只是1.86米的徐景明显然要敏捷得多。再加上紫霄神雷在不断刺激全身细胞，为他带去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徐景明的敏捷度堪称可怕。因此，在嗜血暴熊拳头还没到的时候，徐景明的身影已经闪躲到他右腿处。和紫霄神雷相比，锋利的黑曜枪显然更加能够破防。于是徐景明如法炮制，长枪一划，在嗜血暴熊右腿处留下一条长长的伤口。而此时笨拙的嗜血暴熊甚至还没能捕捉到他的身影。双腿伤口给他带来的剧痛，让嗜血暴熊陷入狂暴，挥舞着熊掌开始无差别的攻击。然而此时徐景明已然躲到了一旁。轰隆隆，陷入疯狂的嗜血暴熊如同一台暴躁的拆家机器，周围地面上不少凶兽尸体被砸成肉酱。也就在这个时候，紫霄神雷被徐景明动用到了极限，无数紫色雷霆自他身上迸射而出，轰击在嗜血暴熊身上。嗜血暴熊速度本来就不如徐景明，如今双腿受伤，速度更是大不如前。虽然暴走状态下嗜血暴熊智慧尽失，但基础的本能雷霆无法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于是索性龟缩在原地，呈防御姿态。轰隆隆，就这样，紫霄神雷轰击了差不多有半分多钟，嗜血暴熊全身的灰白色的毛发都被轰击得焦黑。应该差不多了。徐景明身形一闪，出现在嗜血暴熊身前不到3米的位置。3米距离对于嗜血暴熊来说，仅仅只需要往前小跨一步即可攻击到。然而就在他迈动双腿，想要朝面前那渺小的人类宣泄怒火时，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双腿仿佛消失了一般，根本不听使唤。更让他感到惊惧的是，他双臂也是无比沉重，无法再挥起。扛了我半分多钟的紫霄神雷，真以为没什么事？徐景明摇了摇头。嗜血暴熊毛发防御力虽强，但刚才黑曜枪已经在他双腿处破了防。在刚才那半分多钟的轰击下，虽然有不少雷电被隔绝，但还是有不少雷霆顺着伤口进入嗜血暴熊体内，麻痹了他的神经，而这也是徐景明想要的效果。无法动弹，那接下来你就是活靶子了。徐景明手握长枪开始了反击，重达50千克的黑曜枪被挥舞起来，缠绕着雷电的枪头不断出击，扑哧扑哧，全身紫色雷霆萦绕。被紫霄神雷那上古本源之雷气息所包裹的徐景明，此时仿佛神灵一般，长枪化为幻影，仅仅只是3-4秒钟，便在嗜血暴熊身上留下了数十个碗大的伤口，伤口内还有无数雷霆闪烁，造成2次伤害。若是换作普通凶兽，肯定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可对于6米多高、体操肉厚的2阶嗜血暴熊来说，这些伤口也仅仅只是轻伤罢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嗜血暴熊忽然发现自己双臂恢复了知觉。正当他硕大的熊脸上绽放出狞笑，准备反攻时，面前的人类却是一跃而起，和自己胸口持平，一双黑白分明的冷冽眸子带着无比的冷静。与此同时，一道低沉且威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闪电疾风破。伴随着轰隆的雷鸣声，黑色长枪上绽放出令他感到恐惧的雷霆能量波。他下意识想要抬起双臂进行阻挡，但已然是来不及了。轰！这头浑身是伤的嗜血暴熊迎来了最为沉重的打击，狂暴的紫色雷霆自他胸口处爆发，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如同一发炮弹般倒飞出去。轰隆隆，撞碎中央残破的花彩后，在地面上离出一道长达20多米长的鸿沟才停了下来。只见在他左边胸口处被击出一个焦黑的大洞，原本存在于那里的心脏已然泯灭，只剩下残留的紫色雷霆萦绕其中。嗜血暴熊能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在迅速流失，意识在逐渐模糊，他下意识的想要起身，摇摇晃晃的站起来，还没等迈出第一步，便轰的一声倒塌在地。这头足以摧毁一座小型古墓的凶兽，在这一刻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丁，击杀2阶下位嗜血暴熊，异能点加2400。听着那来自于系统的提示音，持枪而立的徐景明也是松了口气，终于结束了。刚才的那一场战斗几乎将他现目前的实力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战斗仅仅持续了不到2分钟，但那巨大的战斗强度以及精神无时无刻的紧绷，就算是以他那高达180点的气血和精神，都有些顶不住。还好最终结果不错。当然，就算刚才那一套连招都打不死对方，徐景明还有备用方案，那就是动用异能点提升基础属性。可以这么说，系统面板上躺着的2000多异能点，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头嗜血暴熊死亡的结局。徐景明退出细胞活化状态，充斥在双眸中的雷霆消失不见，萦绕在体表的紫霄神雷也随即被他所收回。失去了紫霄神雷的加持，徐景明顿时感觉身体一阵虚弱。不过他知道这种虚弱是力量消退的假象，实际上他只是退回到细胞活化之前的实力罢了。将最核心区所有凶兽都全部击杀，我的分数不知道有多少。徐景明打开智能手表查看自己的分数，第一名徐景明11124分，将成第2高中。虽然心头有所预料，但徐景明还是被这个分数给震惊到。震惊过后，他脸上随即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果然，最核心区的凶兽分数才是最高的。
我记得去年我们江南省的最高分好像也才只是8000多分吧？那岂不是说我已经提前预定省状元了？此时，徐景明扫了一眼远处已经失去生命气息的嗜血暴熊，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将已经近乎报废的黑曜枪背负到身后，便朝着中部区域的方向再度进发。而此时，楼顶的周明阳等人还震撼于徐景明的表现当中。嗜血暴熊就这么死了？周明阳艰难地咽了口水，从战斗开始到嗜血暴熊被一枪戳死，前后仅仅只过去了不到2分钟而已。要知道，这种生命力顽强的2阶凶兽，就算是精英异能者，都要周旋半个多小时才能击杀。恐怖，太恐怖了！光头男生神色震撼地看着智能手表上的分数，徐景明的分数已经超过1万分了。超过1万分？周明阳眼睛一瞪，下意识说道：“我记得去年我们江南省省状元也才8000多分吧？徐景明这1万多分，难不成他将会是我们江南省的省状元？”省状元，乖乖，这么恐怖的吗？附近几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时，梦迪的声音却忽然响起：“快看，徐景明走了，看他离开的方向，好像去的是中部区域。”中部区域，不愧是省状元，把2阶凶手都杀了，居然都不松懈，还赶着去中部区域。光头男生啧啧称奇。周明阳这时也回过神来，一拍大腿：“坏了，徐景明是不是省状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接下来我们不赶紧去中部区域，最后1个多小时，怕是连1分都拿不到。”对啊，以徐景明那个速度，不会把中部区域的凶兽都杀光吧？快走！呵呵，既然如此，那我周明阳就先走一步了。几人顿时反应过来，也来不及多琢磨，提着武器就连忙往楼下赶。而不再需要队友的周明阳，驾驭着风系异能，却是速度最快的那一个。考场外的空地上，众多校长和老师震撼于徐景明异能恐怖威能的同时，也尽皆紧张地看着徐景明操作。2阶嗜血暴熊，即便在他们这些校长实力最巅峰的时候，也是要避其锋芒的存在。此时这头恐怖凶兽却如同玩具一般，被徐景明玩弄于股掌之间，轻松躲避暴熊越击，2枪废掉嗜血暴熊双腿。雷电异能持续不断的轰击，使其进入无法动弹的麻痹状态。长枪疯狂出击，瞬间把嗜血暴熊戳成重伤，最后一击倾斜雷霆之力贯穿心脏，完成击杀。这一系列的操作行云流水，十分丝滑，以至于当嗜血暴熊轰然倒塌在地时，全场都陷入死一般的安静当中。谁也没想到，就连省会城市天骄都会头疼的2阶嗜血暴熊就这样死了。直到排名榜单刷新，徐景明的分数达到1万分，局长和众多校长、老师都还没反应过来。1万分啊！破纪录了！破纪录了！这时，一名第2高中的老师激动呐喊。在这道声音的提醒之下，观众席众多校长和老师这才反应过来，爆发出喧闹的震惊声。1万分啊！不仅打破了我们江城的记录，更是打破了江南省的记录。天才，绝对的天才，天佑江城！这一届省状元将会落到我们这里了。此时，3所高校的校长、老师们都在不顾形象的尽情欢呼。如果说之前因为徐景明是第2高中的学生，其他2所高中还会有所芥蒂，可此时却全然不同了。极有可能成为省状元的徐景明，此时代表的不仅仅是第2高中，更是代表着江城这一整座城市。干得漂亮！校长赵耀也是忍不住站起身来，兴奋飞去。一向沉稳的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第几次失态了，不过面对这巨大的惊喜，失态不失态的已经无所谓了。这个分数可以说是省状元预定，最差都是江南省前3。要知道，江城第2高中建校100多年，成绩最好的都才只是江南省排名第64位，而现在历届校长都没做到的事情，被我给做到了，我怎能不感到兴奋？哎呀，这么优秀的学生，当初怎么没被分到我们火箭班？第2高中观众席上，火箭班班主任兴奋之余却是无比懊恼。要是当年把徐景明拉到我们班，那现在他该是何等的荣耀！好，徐景明，好样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有可能冲击省状元，一想到这，5班班主任陈凡就仿佛做梦一般的不真实，但自己掐肉所带来的疼痛感却告诉他，一切都是真实的，这让他不由兴奋到了极点。 5班还有这号人物，太生猛了！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1万分，我才102分，这都有100倍的差距。5科高考进行到后期，也有许多因为激活了安全球被提前淘汰的考生回到了空地。此时看着徐景明那恐怖的分数，他们不由得陷入到无比的震惊当中。1万分，学长做到了，太强悍了！这成绩就算是顶尖异能大学，也都是随便上的。岂止，这下是那些顶尖高校求着学长入学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徐景明学长就是我的偶像了。第2高中操场，高1、高2学生以及老师们也都沸腾起来。大多数学生都把徐景明当作偶像榜样，一个个小脸蛋激动的涨红。1个小时迅速流逝，时间很快就来到了9点整。此时，排位在废墟小镇考场内的学生，智能手表上都自动弹出一个红色的警告界面。与此同时，智能语音紧接着响起：请注意，江城第2037届5科高考已经结束，击杀凶兽
将不再计入分数，请考生尽快返回。注意，江城第2037届5科高考结束，击杀凶手将不再计入分数，请考生尽快返回。通知一连响了3遍才结束。考场内所有接到通知的考生，或是感慨，或是遗憾，带着种种情绪开始返回。5科高考结束了，徐景明从一头凶兽尸体上抽出长枪，也是有些遗憾。可惜再也没有这样能痛快收割异能点的机会。随后，徐景明扛着长枪，朝着回归的方向迈进。5科高考结束，等待他的将会是崭新的未来。当时间走到9点整的时候，5科高考的排名分数也由此固定。徐景明以超过第2名差不多10倍的分数稳坐第1，原来的夺冠热门周明阳则是只拿到了第2名的位置。而随着5科高考的结束，陆陆续续有考生从废墟小镇中走出，除了讨论在考场中的遭遇，他们议论的主题却都是围绕着徐景明展开。1万多分，这也太猛了！我和徐景明一个班的，我要是说他只有1级异能，你们信吗？1级异能？你胡鬼呢？1级异能能以10倍分数压制 B 级异能的周明阳吗？值得一提的是，当有和徐景明同班的学生告诉别人徐景明只有1级异能时，得到的回应无疑都是不相信。时间缓缓流逝，空地上大多数学生都已经返回，只剩下一些比较深入废墟小镇的学生还没出来，当然其中就包括了徐景明。只是这些出了考场的学生并没有立即坐上大巴，反而是等候在原地。他们想要看看这狂砍1万多分的猛人究竟是何方人物。在等候期间，他们不可避免地猜测起徐景明的最终排名来。去年我们江南省最高分才8000多，1万多分，绝对是省状元，也说不准。谁知道其他市会不会冒出来一个和徐景明一样的变态呢？说的也是，不过不管怎么说，江南省前3是绝对的。江南省前3，这可是给我们整个江城长脸了呀！是啊，咱们江城总算出了名真正的天骄了。江城作为经济发展在江南省数十个地级市中排名倒数的存在，在5科高考这项全国盛事当中也是常年隐身。每年公布的全省排名榜单，往往要在100名之后才能看到一位来自于江城的考生。可今年却完全不一样了。狂砍1万多分的徐景明拥有冲击省状元的资格，就算冲击失败也是全省前3。到时候整个江城都会因为徐景明而出名。也正是因为如此，兴奋的教育局局长张文山以及各校校长老师早已离开观众席，站在考场出口处等候徐景明的到来。空地上众多考生也是兴奋自豪，一些第2高中5班的学生更是夸耀起从前和徐景明的关系多么的亲切，尤其是原本就和徐景明关系不错的刘姐，尾巴简直都要翘到天上去。七七，这徐景明真是你那个表弟？属于第1高中的学生人群中，原本在雷霆武馆对徐景明丧失兴趣的小雅，却是美眸发亮的对唐琪询问道：“我的姑奶奶，你都问3遍了。”徐景明的表姐唐琪翻了个白眼，虽然没有100%的把握，但大概率就是他。那行，我信你。小雅点了点头，随即抱住唐琪的胳膊，撒娇似的摇晃起来。我的好姐妹，把你表弟的联系方式给我好不好？怎么现在又要联系方式了？昨天不是都没兴趣了吗？见小雅这副哀求的模样，唐琪不由调笑道：“今时不同往日，昨天他只是1级异能觉醒者，今天他是我们江城第1，身份不同，待遇自然也不同。”听着小雅这理所当然的语气，唐琪顿时有些无语，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正当他准备说话的时候，一道高呼传来：“徐景明出考场了！”听到这高呼声，整个空地都是肃然一静，包括唐琪和小雅在内，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废墟小镇出口。一名高大的身影从光线黑暗的废墟小镇中走出，赫然正是徐景明。只见他身穿染血黑色战衣，面色冷静而又沉稳，一柄2米多长的黑色长枪背负在身后。这杆被摧残到近乎报废的长枪，似乎在诉说着这一路走来所经历战斗的惨烈。徐景明凯旋回归，站在近处的教育局局长张文山率先带头贡献出最为热烈的掌声，随后各校校长以及老师们相继加入。不过和局长以及校长们的欢迎相比，学生们的欢迎要热烈得多。徐景明，恭喜你，我们这一届考生因你而耀眼。身为同一届的考生，若是只有100-200分的差距，他们可能还会不服，觉得实力相差不大。可1万多分的差距已经是全方面的碾压了，而且在这之后，徐景明代表的不是自己，更是代表了整个江城。于是考生们毫不吝啬地献出自己的欢呼鼓掌，甚至有些比较大胆的女生当场就开始表露自己的爱意。面对这一幕，耳边嗡嗡作响，根本听不清每一句话到底说了什么的徐景明还有些发懵。他从没想到高考结束后还能有如此宏大的欢迎，真是耀眼啊！身后不远处，同样刚走出考场的周明阳有些艳羡地看着这一幕。不过他也知道，就算他是第1名，也无法获得如此多的欢呼，毕竟他可砍不下这1万多分。各考生准备上大巴吧，大巴会把你们送到市区。欢呼声足足持续了1分多钟才逐渐停止，而王指挥也开始安排撤退事宜。至于徐景明，则是直接被校长安排坐上了回家的专车，这也让原本想要和他乘坐同一辆大巴的5班学生失望不已。徐景明，你想好去哪个异能学校了吗？窗外的景象快速倒退，徐景明坐在轿车后座，开车的却是江城第2高中的校长赵耀。平时校长出门都是有专门的司机，
此时他不仅亲自当司机，甚至还满脸笑意，没有半分不满。没有。徐景明摇了摇头，他说的是实话。穿越过来后，他一直都想的是尽快提升实力，好多考一些分数，却还从没想过去哪所艺能大学。以你的成绩，全国任何一所大学你都能上，包括3大顶尖艺能高校。校长赵耀看起来比徐景明还要兴奋。对了，你知道这3所高校吗？徐景明点了点头。大夏国武风强盛，不仅5科高考会对外直播，就连全国的数千所艺能高校每年也会组织高校联赛，确定每所院校的排名。而在这数千所艺能高校中，有3所高校却是常年占据联赛前3，分别是青津艺能大学、国都艺能大学以及魔都艺能大学。这3所高校都是建校时间高达200多年的学校，教育资源丰厚，校内导师至少都是6届艺能者。3所高校凌驾于全国数千所高校之上，又被称之为3大顶尖高校，是无数高考学子梦寐以求的校园圣地。3大顶尖高校啊，那可是无数莘莘学子为之向往的最高目标。校长赵耀语气感慨。不过对于你来说，却是唾手可得。不，甚至他们还会求着让你上。求着让我上？徐景明偏了偏头，表情疑惑。以你的成绩，已经有了特招资格。等全国排名公布后，全国的 TOP 10高校都会开出各种条件，让你去就读他们学校。这不是求着让你上，还能是什么？校长赵耀哈哈大笑。特招是全省前3才有的待遇，而徐景明显然在此之列。我建议你回去之后就多了解了解3大顶尖高校的资料，不能等到了特招那天还没有丝毫头绪。另外，不要被那些学校开出的特招条件迷花了眼。最重要的是选择你觉得适合的学校。当然，3大顶尖高校随便进哪一个都是前途无量。校长赵耀直接将 TOP 10高校的另外7所高校排除在外，认真叮嘱。我明白了，多谢校长。徐景明点点头表示明白。5科高考结束，接下来确实该好好考虑去哪所学校。从军区到市区开车要1个多小时，等徐景明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11点23分了。疲惫不堪的他也来不及洗漱，只是脱下带着浓郁血腥味的战衣，栽倒在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直到第2天早上9点多才从睡梦中苏醒，居然一口气睡了10多个小时。扫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徐景明从床上一跃而起，窜进浴室，哗啦啦，温热的水流从花洒头流出，冲刷在徐景明赤裸的身躯上，舒服。长达12个小时的战斗，徐景明出了不少汗，全身都黏糊糊的。此时温暖的水流冲刷在身体上，顿时让他感觉神清气爽，随即便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姓名徐景明，等级觉醒者，异能紫霄神雷 S 级，体魄183，气血183，精神185，技能枪法高级，闪电疾风破高级，异能点2534。5科高考除了成绩外，最大的收获便是异能点，2534异能点，等进入异能大学，应该还够我用一段时间。徐景明心头默默道，异能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若是换作普通荒野区，必然不可能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异能点。这次也是托了5科高考的福。不知道进了异能大学会不会有同样击杀凶手的赛事？要是有，我肯定第一个参加。徐景明心情愉悦，哼着小曲洗完澡后便回到卧室，打开电脑搜寻3大顶尖高校的相关资料。3大顶尖高校都是建校数百年有余，历史十分悠久的名校，为大夏培养出不少强者。于是，在查看资料的过程中，徐景明时不时会发出阵阵惊叹。如今的9届镇国者，原来就是毕业于青津艺能大学，顶尖艺能锻炼法居然大部分都是顶尖高校独有。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如今全国比较有名的高阶艺能者，竟然有差不多一半都来自于3大顶尖高校，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比例。毕竟全国有数千所艺能大学，另外还有许多人原来是就读在外国的艺能大学，毕业后才回的国。而这么多国内外学校加起来，总共培养出来的强者数量，竟然只是和3大顶尖高校持平，这足以说明3大顶尖高校的深厚底蕴。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艺能锻炼法，作为艺能者进阶的基础，艺能锻炼法之间亦有好坏之分，修行速度更是天差地别。举个例子，使用最差的初级艺能锻炼法进行修行，大部分觉醒者要3、4年的时间才能进阶为艺能者。不过若是使用顶尖艺能锻炼法进行修行，那仅仅只需要不到半年时间即可进阶。而根据徐景明所查到的资料，大部分顶尖艺能锻炼法竟然都收藏在3大顶尖高校图书馆中。怪不得网上有传言说3大顶尖高校是霸道独行的学法，不肯公布功法秘籍。徐景明恍然大悟，不过对此也没太在意。顶尖艺能锻炼法何等珍贵，妄图用舆论绑架高校，从而分享顶尖功法，这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叮咚，正当他准备继续查阅资料时，屋外门铃声响起。这么早就来找我，难道是朋友？带着疑惑的徐景明起身走出卧室，打开房门，门口站着一大一小2名美女，大的30多岁，身穿华服，面容精致，小的和徐景明差不多大，身材高挑，长相和大美女有7、8分相似，只是更加冷清。这2人果然就是小姑许清婉和表姐唐琪。小姑，表姐。徐景明笑着喊了一声，将2人带进屋内。然而尴尬的是，因为前天晚上的异能进化，导致他整个客厅都如同被大
大火烧过一般，不仅地面墙壁被烧得漆黑，客厅里的沙发、茶几这些家具什么的也都已经被烧成灰烬。偌大的客厅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小明，你家怎么了？小姑许清婉见状顿时慌了，连忙拉着徐景明仔细检查。什么时候的事情？你有没有受伤？一点小意外，没什么大事。看着一脸担忧的小姑，徐景明表情柔和。父母过世后，也就只有小姑才会给他带去家人一般的温暖。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小姑许清婉松了口气，随后说道：“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问问你昨天5科高考的成绩。”表姐没和你说。徐景明有些诧异，我想还是你亲自告诉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没说。表姐唐琪狡猾的一笑，原来是这样。徐景明点点头，那我们去楼下找个地方坐着说。徐景明带着2人下楼，去了小区旁边一家自己常去的名叫晨光小店的咖啡厅。这个时候是早上10点左右，咖啡厅人数并不算多。徐景明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并点上3杯热乎乎的咖啡。晨光小店售卖的并不是什么高端的手磨咖啡，于是没过一会儿，3杯冒着热气的咖啡便被服务员端到了桌上。3位，请慢用。服务员留下一个和煦的笑容，转身离开。现在可以揭晓谜题了吧？小姑许清婉笑盈盈地握住咖啡杯。你搞得那么神秘，不就是怕我像小时候那样揍你吗？放心，自从你上了高中，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就连你想要参加5科高考，我不也是一样同意吗？这次你成绩就算再差，我也不会揍你。听着小姑许清婉的一席话，徐景明不由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小姑是典型的江南女人，性子温柔婉约，不过这仅限于没有期末考试的时候，而一旦有某次期末成绩下滑，迎接她的便会是一顿痛苦的竹笋炒肉，而她还没办法反抗。毕竟父母去世那年她才11岁，小姑是官方指定给她的法定监护人。妈，放心吧，表弟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见老妈误会了自己的用意，唐琪连忙解释道：“是吗？这么说，小明，你这次考的还不错，多少分？有100了吗？”小姑许清婉眼睛一亮，连忙追问道：“100分是全国公认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超过100分就有希望就读艺能大学。”有100分。徐景明笑着点头，而且比100分还多很多，是1万多分。1万多分，这个分数太过震撼，以至于小姑许清婉美眸一瞪，直接当场愣住，没反应过来。对于高考，因为唐琪的缘故，许清婉也了解不少，知道历年来江城最高分也就才1000多分，整个江南省的省状元也才只是8、9千分而已。当听到徐景明说自己1万多分时，小姑许清婉顿时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反应过来，下意识的便是选择不信，皱着眉头道：“小明，别开玩笑，快说说你的真实分数。”妈，景明可没有开玩笑，他就是1万多分，不对，准确来说应该是11124分，在我们江城的官方新闻账号上已经有报道了。唐琪笑盈盈地将自己手机递了过来，手机上是一篇刚刚发布没多久，来自于江城官方账号的报道，标题是1万分，来自于江城第2高中的绝对黑马。文章配图则是徐景明提着长枪击杀2届嗜血暴熊的画面。是小明。小姑也从配图上认出了徐景明，于是连忙浏览起文章。许清婉性格温柔，一般的事情不会引起她多大的情绪波动，可随着文章一点点阅读，她眼睛却是越来越亮，姣好的脸庞上也是慢慢浮现出一抹激动的嫣红。1万分，江城第1，太好了，太好了！许清婉仿佛是中了几千万大奖，而手机上的文章就像是那张兑奖的彩票般，被她反复查看，嘴里更是小声念叨着：“小明总算出息了，这下我们许家也后继有人。”之类的话。好一会儿后，她情绪才逐渐恢复。小明，以你的这个成绩，等填报志愿那天，岂不是可以直接选全国 TOP 10高校？小姑许清婉双眼发亮地问道：“昨天校长和我说，我已经有了特招资格，不用填志愿，直接等那些高校开条件就行。”徐景明笑着解释，一旁的唐琪也是附和道：“妈，以景明表弟的成绩，可以说是省状元预定，就算没能成为省状元，江南省前3肯定是跑不掉的。这个排名，就算是3大顶尖高校都要抢着特招，根本不会让他走填报志愿的路。3大顶尖高校特招，好好好，小明，你可真是给了你小姑我一个大惊喜啊！”许清婉一连道了3个好字，随后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对了，5科高考排名公布是哪天来着？”时间不一定，不过最迟应该是在5天后。略微思索后，徐景明回答：“全国的5科高考成绩会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发放，在此之前，各省会根据5科高考上拍摄到的视频严格审核，防止有作弊情况发生。这工作量还是挺大的，不过最迟5天后，也就是在6月13号之前就会公布成绩。”好，等成绩公布之后，小姑请你吃一顿大餐。许清婉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顿了顿，她问出了自己心头最大的疑问：“不过小明，你不是才只有1级艺能吗？怎么能拿到这么高的分数？”古往今来，艺能越是稀有，战斗力越强，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虽然也有那种依靠低级艺能成就强者之路的人，但这种人极其稀少，说是凤毛麟角也不为过。而根据他文章上看到的描述，什么雷霆激荡，一阶高位凶兽便死伤一大片，这根本不可能
是一级弱电异能所能发挥出的力量，毕竟徐景明还仅仅只是觉醒者而已，连异能者都不是。听到许清婉发问，唐琪美眸也是期待的看了过来，显然对此也十分好奇。对此，徐景明早有准备，笑着解释道：前天下午我在客厅锻炼的时候，忽然窗外劈落下一道雷霆，将我击晕了过去。等我醒来之后，就发现原本的异能似乎得到蜕变，变得强大不少。所以你后面才去了雷霆武馆试验？唐琪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许清婉也是跟着微微点头。前天下午确实有一阵时间在打雷，不过你没有被闪电击伤，反而因祸得福，异能变异，这倒是运气不错。等后面找个时间去武馆，再做个异能检测，看看你的异能变异到了什么等级。按照文章上描述的威力，你的异能至少都应该是蜕变到了 B 级以上才对。徐景明闻言点点头，异能变异虽然罕见，但并不是没有。以这个作为自己异能蜕变的借口，是他早就想好了的。正好前天异能蜕变时，窗外劈落闪电，屋内大多数人也都知道。好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姐弟一个江城第12名，一个江城第1名，都是好样的。我们去菜市场买点菜，中午我给你们弄一顿好吃的。许清婉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笑容。徐景明见状也不由微微一笑，和表姐唐琪一起并肩走在小姑身旁。6月11日晚上9点，魔都异能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3阶、4阶异能者，此时却坐满了整个办公室。只见他们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前，人数少说也有30-40人之多。这些异能者神色有些焦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没过一会，一名体型微微有些发胖的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同时扬了扬手上拿着的一个机械盘。全国的5科排名已经出来了，大家做好准备吧。全国5科高考的排名名次在发榜之前是绝对保密的，不过这仅仅只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他们这种顶尖高校，提前一天拿到名次排名并不是难事。终于出排名了，今年的排名出的似乎有点慢，不过去年也只是比今年提前了1天而已。魔都异能大学招生办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就是这几天，他们需要根据各省前3名考生的实力，制定不同的特招策略。某些学生实力强、潜力大，就需要花更多资源去招录；若是有一些学生相对而言实力弱、潜力一般，那么就可以适当少花一些资源。其实不仅是魔都异能大学，另外的2所顶尖高校青津异能大学和魔都异能大学也都是这样做的。按老规矩，先看看各省状元的表现。前方的中年男人将机械盘插入到早就准备好的投影仪器当中，嗡的一声，一个记录着全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所有考生分数和排名的榜单立刻被投影了出来。第一个省级行政区，青津市。中年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面前的投影仿佛拥有智能一般，直接将大夏国首都的青津市的考生排名显现出来。所有人都径直看向排名榜单的第一位。第1名周毅，青津中学9343分，将周毅的相关信息显示出来。中年男人话音刚落，一道空灵的电子声音响起：好的，主任。随后在圆桌中央浮现出一幅全息投影画面，画面中显示的正是周毅在5科高考中的战斗画面。周毅18岁，觉醒的是强化系 A 级异能青铜之躯，等级1阶上位，父亲是4阶异能者。每一所顶尖高校都拥有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魔都异能大学也不例外。在中央全息投影播放着周毅战斗场景的同时，他的相关信息也回荡在每个招生老师耳边。青铜之躯在 A 级异能中都算不错的，看战斗画面，对异能的运用也还不错。各位老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没过一会儿，全息投影上的视频播放完毕，前方的中年男人也是沉声道：周毅定为 A 加级特招名额，王健老师就麻烦你走一趟了。好的。一名老师起身点点头，等会议结束，他就会立马动身前往青津市。第2个省级行政区，湖南省。时间迅速流逝，各省状元都在招生办主任以及各老师评估中确定特招等级，有比较不错的 A 加级，也有普通的 A 级，另外也有比较差的 A 级。当然能成为某省的状元，实力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很快就轮到了江南省。第13个省级行政区，江南省。伴随着中年男人低沉的声音，投影上的排名也迅速切换到江南省。去年江南省出了个 A 加级特招名额，不知道今年会怎样？应该也是个 A 加级。江南省是大夏国的人口大省，往年的省状元实力也都十分强劲，于是包括招生办主任在内，所有老师都看向那位于榜首的排名。第1名徐景明，江城第2高中11124分，1万多分。江南省今年发力很猛啊，不过江城这不是江南省省会吧？众多老师们最开始还震惊于徐景明的分数，可发现对方来自于江城第2高中后，却都有些茫然。江城，江南省省会不是宁安市吗？江城是什么地方？怎么连听都没听过？徐景明18岁，觉醒的是自然系1级异能弱电，等级觉醒者，父母于7年前死于凶兽之祸。
当耳边响起徐景明的信息简介时，在场原本就有些茫然的老师更懵了。什么鬼？1级异能、觉醒者，这俩玩意儿能和省状元联系在一起？在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江南省省状元一般都诞生于江南省省会的宁安市，或者是诞生于宁安市附近比较富饶的城市。当然，这也十分正常，毕竟穷文富武，有能力在这些城市生活的人，家里都小有资产，培养出的后代实力也十分强劲。最终的省状元也都如同首都青金市一般，拥有 A 级异能以及一阶上位的实力。6月12号是全国5科高考成绩排名公布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在这天，成绩排名一定会公布。江南省省会宁安市教育局局长以及一众老师都等候在电脑前，等待着成绩排名的公布。甚至在这不小的办公室内，已经准备好了不少蛋糕以及香槟饮品，就等成绩正式公布后，来一场欢乐的庆祝。今年宁安第一高中的雷宙发挥不错，拿到了9200多分，省状元应该就是他了，概率很大。不过也说不一定，听说隔壁省也有几个天赋不错的学生。说的也是。就看各自造化了。老师们都在各自交谈议论。来自于宁安第一高中，拥有 A 级异能一阶高位实力的雷宙，是省状元的热门人选。成绩公布了。就在这时，一直守候在电脑前的老师眼睛一亮，打开排名榜单，但随即便是微微一愣。怎么了？感觉到不对劲的宁安市教育局局长皱着眉头凑上前去，赫然发现第一名竟然是个陌生的名字，江南省第一名徐景明，江城第二高中，总分11124分。什么？省状元？竟然是江城那边的！局长眼睛一瞪，满脸震惊。如此一幕不仅发生在宁安市教育局，更是发生在江南省其他地级市的教育局当中。不过，和各教育局的震惊相比，江南省的新闻工作者们却都闻风而动。要知道，江南省是大夏国的人口大省，省下足有24个地级市，近34个县级市。作为省会的宁安市以及附近几个地级市，是公认最繁华，也是异能者聚集最多、最容易诞生天才的地方。而位于江南省最偏远北部的江城，却是公认的资源匮乏、天才稀少。往些年，江南省省状元都是诞生于宁安市或者附近几个地级市，可今年却全然不同，省状元竟然来自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江南省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江城。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流量和爆点。于是这些新闻工作者们都开始疯狂地收集和徐景明相关的资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级异能还为晋级的觉醒者，一个个词句挑动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啧啧称奇的同时，更是双眼放光。这可是天生的热点啊！于是化身触手怪的他们，仅只是几分钟内就编辑出一篇上千字的文章，绝对的黑马。来自于江城的省状元震惊，省状元竟然还只是觉醒者，谁说一级异能不能当省状元？这些文章的标题一个个都吊足了胃口，刚一发布在网络上，便吸引到不少网民的点击浏览，尤其是江南省的网民，更是不断在这些文章下面留下自己的评论。省状元一般不都是一阶高位异能者吗？觉醒者也能拿到省状元，一级异能觉醒者能拿省状元，这要是真的，我他妈当场吃翔！楼上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他的5科高考视频。对于这些新闻，评论中最多的就是质疑，毕竟往年的江南省状元可都是一阶高位异能者，异能等级也至少都是 A 级或者 B 级，现在冒出来一个1级异能的觉醒者省状元，大家自然都不相信，甚至有些性格极端的人在评论下面叫嚣，说这次5科高考有黑幕，徐景明其实是某位幕后大佬不成器的儿子，被强行推上省状元位置，5科高考作弊是极其严重的事情。有这样的评论后，舆情也是逐渐发酵，不少人都直接到江城官方账号下留言，请求还大家一个真相。眼看舆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时，江城官方账号却是不急不忙地将徐景明的5科高考视频发布了出来。对此，一些不怀好意、早就准备好狠狠喷一番的喷顿时傻眼了。江南省省状元徐景明还真是觉醒者，卧槽！一枪捅穿一阶独角凶兽的头骨，好家伙，这力量比一阶异能者都还要强吧？看起来像是强化系力量增幅类的异能，不过才只是觉醒者，异能增幅怎么可能这么强？尼玛，居然不是强化系，是雷电系，这威力你告诉我是1级异能？无良媒体为了流量无底线造谣。徐景明的5科高考视频长达12个小时，完美囊括他在考场中的每一个时刻。于是视频一出，质疑徐景明的声音迅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徐景明那精湛的枪法以及强大雷电异能的惊叹。网络上关于徐景明的话题爆热，在江城本地也同样引爆了热点。5科高考是全民参与的话题，只不过江城历届高考成绩最好的，也才只是江南省前100名而已，说出去都嫌丢人，所以以前江城人对此也不太关注。可现在不一样了，江城出了省状元，不少人都兴致勃勃地在网络上发表话题，一些原本就认识徐景明的人，更是以徐景明朋友的身份自居。至于江城本地的媒体们，更是忙碌起来，一窝蜂地跑到江城第2高中，想要采访校长。早在徐景明拿到1万多分的时候，校长对这一幕就有所预料，于是穿好西装的他面对诸多话筒丝毫不慌，侃侃而谈。除此之外，徐景明的班主任以及诸多任课老师也都得到了采访。这一次，一向严厉的班主任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话语之间也是对徐景明毫不吝啬的夸赞。除了江城第2高中外，
市教育局、市政府的高层人员也都接受了采访。徐景明是我们江城人的骄傲，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学校和教育局的大力培养。按照惯例，教育局局长张文山慷慨激昂地说了几段官方性质的话术，随后便表示将会奖励徐景明一份包括100万现金和异能锻炼法的大礼。市教育局嘉奖完了，市政府也是紧随其后，表示会对徐景明同学送出100万现金，并赠送本市一套豪华别院。对省状元进行嘉奖，是个省的老传统了。虽然和宁安市这种省会城市相比，江城要穷很多，但几百万还是掏得起的。另外，徐景明为江城所带来的热度也远大于政府的付出。网络上的风风雨雨，徐景明并不知晓。他在接连接到小谷以及校长、局长的恭喜电话后，便径直去了雷霆武馆。虽然有了系统，但平时的基础训练还是不能放下。训练室内，只见那杆已经快要报废的黑曜枪，在他的挥舞下化为黑色幻影。因为挥舞速度实在太快，空气中不时发出阵阵尖啸。黑曜枪那高达50千克的重量，似乎并没有对他产生一丝一毫影响，每个动作都十分标准。叮铃铃，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徐景明的训练。他眉头一皱，收枪后拿起手机，来电显示的是江城第2高中校长赵阳。校长，刚才那会不是刚打来电话吗？怎么又打进来了？省状元的身份注定了徐景明接下来将会名声大噪，不过他本人却是不太喜欢被人打扰的感觉，尤其是在训练的时候，所以早早就将电话设置为白名单模式。没想到校长却是一连打来2、3个电话，不过徐景明也知道，以校长的性格，若是没什么重要事情是不会打进来的，于是他便不再犹豫，按下屏幕上的接通按钮。果然，电话刚一接通，校长赵耀那激动的声音便传了过来：“徐景明，赶紧来学校，3大顶尖高校的招生老师已经过来了。”招生老师这么快就到了？徐景明有些惊讶。3大顶尖艺能高校，其中青津艺能大学位于大夏国北部，晋城艺能大学位于大夏国中部，距离江南省都比较远，可能也就只有魔都艺能大学离江南稍微近一些。按照他的预估，这些招生老师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到。别纠结那么多了，你在哪？我马上安排专车来接你。我在雷霆武馆这边。好，你稍微等一会儿，专车马上就过来。另一边，江城第2高中本来都还正在接受采访的校长赵耀，在得知3大顶尖高校招生老师联袂而来的时候，先是一惊，随后立马停下采访，打电话通知徐景明来学校，接着便亲自领着3位导师去了学校的贵宾接待室，每人都奉上一杯热茶。各位老师请稍坐一会儿，徐景明还要10多分钟才能到。作为2阶艺能者，并且主管一所中学的校长，赵耀在整个江城也算得上是1号人物，可现在他的姿态却放得很低，态度也十分恭敬，因为他知道这3位大佬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招惹的，甚至对方无意间散发出的属于高阶艺能者的气息，都让他心头发颤。没事，赵校长，你先去忙吧，我们在这等一会就行。魔都艺能大学招生办主任张朝阳笑容温和地摆了摆手，让赵耀退下后，转头便看向另外2人，笑着道：“2位，我们似乎已经很久都没像这样凑到一块了吧？”房间内除了他以外，另外还有1男1女2人，分别是来自于青津艺能大学的苏韵，一名身材丰盈、面容姣好的女子，以及来自于晋城艺能大学的吴渊，一名身穿灰色长袍、留着长发的中年男人。和张朝阳一样，他们都是各自学校的招生办公室主任。当年他们3人都还没当上主任的时候，就曾在各省特招现场遇到过，可自从当上招生主任后，却都很少在外行走，也就没再碰过面。而现如今，为了徐景明，3人确实又十分罕见的碰到了一起。张老师，客套的话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吧？大家这次过来的目的各自都十分清楚。事先声明啊，徐景明，我们青津艺能大学要定了。青津艺能大学的招生老师苏韵的性格，就如同她的身材一般火辣，也不说什么客套话，一上来就表明自己的目的。呵呵，你说要定了就要定了，我还说我们晋城大学要定了呢。晋城大学的招生老师吴渊也不甘示弱，冷哼道。张朝阳见状不由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由于每年都会举办的高校联赛，3大顶尖高校对于生源的需求向来都是优中选优，尤其是像这种省状元的特招，现场气氛更是剑拔弩张，甚至个招生老师大打出手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他对此当然也不介意，真到了需要用实力展现学校底蕴的时候，他也不会含糊。不过这次的情况却不太一样，只见张朝阳干咳一声说道：“2位，这次专程而来，不仅仅是因为徐景明的省状元，还因为他的异能吧？”废话，苏韵翻了个白眼。在见到张朝阳和吴渊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大家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徐景明身上那有极大可能是 S 级的异能而来。既然如此，等会儿徐景明来了之后，我们先确定他的异能等级如何。听着张朝阳的提议，苏韵和吴渊对视一眼，随即点了点头，可以，先确定了异能等级再说招录的事情。一时之间，整个贵宾接待室都陷入了安静当中。不过没等多久，就听到呼啦一声，会议室的推拉门打开了，一道背负长枪的高大身影就这么在校长赵耀的带领下走了进来。此人正是徐景明。只见他刚一走进接待室，3道视线便同时集中在他身上。因为是从雷霆武馆那边过来的，徐景明穿着的还是普通的宽松训练服，身后背负着那把残破的黑曜枪，这副姿态和旁边西装革履的赵耀校长相比，似乎有些寒酸。然而那挺拔的身姿以及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中透露出的冷静沉稳，却是一旁面对3大特招老师显得有些如履薄冰的赵耀所不能比。不错，苏韵不由点点头。5科高考过后，大多数考生都会因为压抑了3年的高中生活而肆意放纵，根本不会想着训练。可面前的徐景明显然是刚结束训练，光凭这一点就是普通考生所不能比的。而且他们这3人都是精神系的5阶异能者，
虽然没有施展异能，但无形之中所散发的压迫感，却不是普通异能者能够抵挡。这一点从旁边的赵耀身上就能看得出来。而徐景明对此却毫无反应，显然是意志坚定，轻易不可动摇。都是5阶异能者，苏玉能看出来，这一点大家自然都能看出来。于是这刚一见面，徐景明就给几位招生老师留下了个不错的印象。徐景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青津异能大学的苏韵老师，这位是魔都异能大学的张朝阳老师，这位是晋城异能大学的吴渊老师。在校长赵耀的介绍下，徐景明很快知道了3位老师的身份。各位老师好。徐景明神色恭敬，他能隐约感受到这3位老师所带来的危险气息。不用说，他们至少都是4阶异能者。徐同学，你的5科高考战斗视频我们都看过，实战能力很强，也十分惊艳。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你的异能似乎并不是原本异能觉醒时登记的1级弱电异能，你能告诉我们原因吗？要是不方便说也行，我们只是有些好奇。张朝阳率先开口，态度十分温和。一旁的校长赵耀见状，也不由露出好奇的神色。当然可以。对此早有准备的徐景明将之前对小布的说辞重新复述了一遍。高考之前的那天，我被自然雷霆所劈中，从而导致的异能变异，倒也有这个可能。在来之前，3名老师就早已经做好了功课，知道高考前一天徐景明被雷霆直接劈中过，于是点了点头，认可了这种说法。随后，位于最中间的张朝阳右手一摊，如同变魔术一般，一台充满科幻感的黑色仪器凭空出现在他手上。对此，另外2名老师却是见怪不怪。徐同学，你应该还不知道你变异之后的异能是什么等级吧？正好我从学校带了台异能检测仪过来，你过来试试。徐景明闻言点点头，直接走上前去。异能检测仪，他只在16岁异能觉醒那年见过。异能觉醒仪式上的那款仪器很大，差不多和双开门冰箱有些类似。这种小型检测仪器他没用过，还不知道该怎么用。